来到这玄阳宗已经3年了，穿越者必备的金手指为什么还没有到账？没错，你没有看错，斗宗又穿越了，来到这天元大陆之中，已有整整17载岁月。现在在玄阳宗当一名杂役弟子。虽然宗门内的大家对我都百般帮助，但我这修炼天赋，狗看了都摇头啊！为什么？上天为何如此对我？身为杂役弟子，每一日都必须完成宗门派发的各种琐碎任务，以此来换取一些修炼所需之物。这1年时间，斗宗每一日都会砍伐1颗铁木，每天恢复数万次，借此锻炼体魄。斗宗师弟的勤奋刻苦，真是让我等惭愧不已。算算时间，1月之后，若是无法达到淬体7重，斗宗兄便要被遣送下山了吧？此人名为周通，3年前与斗宗一同拜入玄阳宗，二人关系颇好。如今，周通已是成功突破淬体，抵达灵海之境，成为玄阳宗的外门弟子。反观斗宗，仍然停留在淬体3重，甚至即将被遣送下山，再无修行机会。斗宗兄，这里面有50枚下品灵石、100枚淬体丹以及3枚聚灵散。无论如何，我周通都是你的兄弟，哪怕你下山之后，依旧有我罩着你。谢谢周兄。斗宗师弟，既然还有1月时间，那师兄我也帮助你一番。毕竟咱们都是玄阳宗的弟子，理当互相帮助。好了，我和周师弟还要去提交任务，就先走一步。多谢二位。恭喜宿主获得50枚下品灵石，收益获得万倍返还，获得50万枚下品灵石。恭喜宿主获得100枚淬体丹，万倍返还获得100万枚淬体丹。恭喜宿主获得3枚聚气散，万倍返还获得3万枚聚气散。数道陌生的声音突兀于斗宗脑海中响彻，令他猛然一惊。万倍收益返还？难道是系统回来了吗？巨量的资源让斗宗的心脏猛烈跳动，这么多灵石丹药，是他当杂役弟子一辈子也赚不到的。系统，这次你有什么功能？系统拥有的功能暂时只有一项，那便是让宿主所获得的一切正面收益万倍增长，同时每个修炼境界的上限也获得万倍增幅。在天元大陆之上，境界可分为淬体、灵海、华灵、神府、归一、天人、尊者、皇主、圣者、大圣、圣王、准帝、大帝、执天，其中于淬体境之中，常人极限便可达万斤力量，拥有神体、圣体的天骄更是可拥有整整数万斤，甚至是10万斤的力量。这样一来，岂不是说我在淬体境最低也有1亿斤力量？果然，这样一来，哪怕是神府境强者，恐怕也无法与我硬抗。检测到宿主肌肉运动，获得0.003斤力量增长，收益得到万倍返还，获得30斤力量增长。哈哈，果然真的可以，一斧就让我获得了30斤力量。既然如此，那淬体丹的效果又该如何？检测到宿主吞服淬体丹，药力转化，获得50斤力量增长，万倍返还，获得50万斤力量增长。因宿主身体适应药力，淬体丹效果下降至30%。看来用淬体丹无限提升力量的方法是行不通啊。无妨，那便让我看看如今这具身躯的力量。继续。陆执事，您来了呀？这是谁将老夫的铁木林全部砍了？这里有近万株铁木啊，是我祖爷爷栽种下来，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的，历经1000年时间。是谁啊？那个陆执事，您交给我的任务不就是砍伐这些铁木吗？我昨天好像有些用力过猛，一不小心就砍完了。请问还有其他的铁木林吗？眼看着陆伯晕倒，斗宗只好将其带到了宗门医务室之中。这老头虽然是神府境强者，但身体素质却实在太差了，不就是砍了几棵树吗？就被气成这样。哟，这不是斗宗吗？哦，你认识我？哈，当然，斗宗师弟的大名，玄阳宗谁人不知？这人看上去来者不善，不过我如今的力量已经到了2300万，对付他绰绰有余。斗宗师弟，
这是俺在炼气堂为你定做的一柄灵器，俺平生最钦佩你这种努力修行、奋勇拼搏的人了。希望斗宗师弟不要嫌弃才好。师兄，斗宗刚想推辞，眼前之人却是已经转身离去了。斗宗师弟，你一定要达到淬体七重，不要被遣送下山啊！放心吧。丁，恭喜宿主获得一柄黄阶上品灵器，可选择获得万倍数量或万倍质量返还。系统，我选择万倍质量。丁，万倍质量增幅完毕，恭喜宿主获得天阶下品灵器，当前可命名。那便名为竹案吧。丁，天阶下品灵气竹案命名成功，系统空间已开启，其内空间无限，可完美保存宿主的一切物品。系统空间真是雪中送炭，系统送了这么多资源，我的储物袋都快要撑爆了。心情愉悦的斗宗随手拿出一把淬体丹，像是吃糖豆般一颗颗放入嘴中。虽然对于力量的提升没有第一次那么多，但也聊胜于无。我现在的实力绝对已经超越了淬体七重，终于可以去藏经阁挑选功法了。咦，斗宗师弟，楚师姐，这女子名为楚云，乃是当今玄阳宗外门佼佼者，一身修为已达到化灵一重，在外门之中更是有着大师姐的称呼。昔日的斗宗也曾受过她的帮助。斗宗师弟，你怎么会出现在此处？你突破了？侥幸而已。那就恭喜斗宗师弟了。如果师弟真的被遣送下山，那你师姐我可就寂寞了呢。师姐莫要打趣我了，若是没什么事，我便先进入藏经阁了。等等，斗宗师弟，这是师姐我上次下山意外获得的武技，玄阶中品破钢掌。这武技虽威能不凡，但与师姐我所修功法碧水天诀有所冲突，便赠与师弟你了。多谢师姐。斗宗师弟，那师姐我接下来可就不陪你了哦。这份恩情，我斗宗日后定会报答。丁，恭喜宿主获得玄阶中品武技破钢掌，万倍质量增幅生效，品阶提升至天阶上品。斗宗微微一惊，在整个玄阳宗最顶级的武技，也不过天阶下品。这天阶上品的武技，哪怕是在皇朝帝国之中，也足以引发腥风血雨。看来接下来的时间，我必须尽可能的提升实力了。姓名？斗宗。性别？男。你是杂役弟子，修为已经达到了淬体七重。是的。那便让本长老来查验一番。像这玩意打一拳，如果没有7000斤以上的力量，那就乖乖滚回去吧。好。忘记留手了。这竟然直接打爆了！他最高不是能承载1000万斤以上的力量吗？难道眼前的这个弟子是一只伪装成人形的太古凶兽不成？请问长老，我可以去挑选功法了吗？好，你可以进入1至2层区域，功法可挑选1本，武技3本，1月之内归还。多谢长老。这家伙明明没有丝毫灵气波动，肉身竟然恐怖如斯，难道他是什么蛮荒圣体不成？丁，恭喜宿主获得玄阶下品功法焚火诀，质量获得万倍增幅，焚火诀品质提升至天阶下品。好家伙，仅仅是翻阅一下藏经阁之中的功法武技，也是算作对自己的正面收益。霎时，斗宗欣喜不已。这庞大的藏经阁中，那些黄阶与玄阶下品的功法武技，在他眼中已经是大把大把的地阶乃至天阶武技了。丁，恭喜宿主获得天阶下品绝星步，恭喜宿主获得天阶下品碎冰指，恭喜宿主获得地阶上品流风剑诀。随着斗宗打开一本又一本的功法武技，脑海之中的系统提示音就没停下。短短1个时辰，斗宗便是拥有了数百天阶、上千地阶的功法和武技，而其他弟子看见他这般模样，都是一种关爱智障的眼神。斗宗师弟如此勤奋，却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今日他能够进入藏经阁，也应当是将长老破例吧。我若是他，怕也是一样要陷入癫狂。
丁，恭喜宿主成功汲取1缕天地灵气，收益获得万倍返还，获得万缕天地灵气。整整17年，我斗宗终于真正感知到天地灵气，踏入修炼一途了。在灵气的滋养之下，斗宗的肉身力量同样在持续增长，系统的声音也响个不停。不过1炷香的时间，斗宗的肉身力量便已经再度增长了整整100万斤。接下来该选择一门功法了。天龙百战诀能够将灵气化作破坏性极强的天龙真元，在战斗中越战越勇。一共分为9重，修至巅峰可生化天龙，遨游9天。不错，就你了。虽然此功法对于肉身的要求极为苛刻，但正适合我。丁，检测到宿主入门功法天龙百战诀，熟练度获得万倍增幅返还。天龙百战诀成功进入第1重。好恐怖的力量！仅仅是在第1重的增幅之下，我现在的肉身力量便已经达到了7500万斤。神府境、归一境强者，他都不是我的对手了吧？好了，现在才是真正提升实力的时候。雷火剑诀，天阶下品武技，修炼；龙影步，天阶下品身法，修炼；灭天掌，地阶上品武技，修炼。丁，检测到宿主修炼武技，熟练度获得万倍增幅返还，所有武技熟练度提升至圆满。整夜，斗宗疯狂修炼，从藏经阁获得的所有武技，系统提示音也几乎从未停歇。如今，我已经完美掌控了170天阶下品武技，450余地阶武技，再配合如今的肉身力量，除却那传说中的天人强者之外，我几乎拥有了横扫一切敌手的资格。经过一番试验，如若他全力施展圆满层次的破钢掌，可瞬间打出3亿斤巨力，即便是一座小山，也要被生生轰平。我应该算是史上最强淬体境吧？这是发生什么事了？玄阳宗的外门就只有你们这等货色了吗？哈哈，一个化灵境3重，竟然还打不过这灵海境小辈，丢不丢人了？不过是依靠紫阳雷体，若没有雷体的力量，你不过只是一个我等随意揉捏的废物罢了。此人名为楚天海，乃是玄阳宗如今的外门第2期，修为更是到了化灵3重。可是谁曾想，今日竟会败在一个区区灵海境修士手中。不知死活。他名叶珏，乃是雷天宗的核心弟子之一。虽然如今修为仅有灵海境巅峰，但凭借万体榜排名第782的体质，紫阳雷体却是能够轻易越阶而战，并且稳占上风。够了，你们雷天宗的人有些过了。哼，误战欺负老夫的弟子，算什么本事？师尊，葛无名，切磋而已，缘何欲下杀手？莫非你是当我玄阳宗无人不成？误战不过只是小辈之间的切磋罢了，若是因此受伤，那也只是技不如人。更何况我的弟子只是灵海境修为，而他的对手可是要比他高出一个大境界呢。你们玄阳宗的弟子真是越来越可笑了。武战虽心有不甘，但如今的外门弟子都皆是凡体之躯，内门弟子又比那一具修为高出太多。偌大的玄阳宗外门，竟是连一个能够击败对方的弟子都无法找出。还有谁？玄阳宗外门，不如改名叫玄阳宗废物门吧。哦，你很嚣张。那不是杂役弟子吗？他上去干什么？那是斗宗师弟，斗宗师弟，快下来，不要逞强。楚师姐，无需担心，不过一个狂妄自大的鼠辈，我斗宗可还没有放在眼里。玄阳宗杂役弟子，斗宗，请指教。杂役弟子，你玄阳宗是无人了吗？我可真不是个东西啊！竟然让斗宗师弟站上了擂台。今日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斗宗师弟死在擂台上。就在弟子们群情激愤之时，武战却是望向斗宗，不知为何，这个小子给了他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尔等安心观看便是，若是出了差错，纵使本长老身死，今日也不会让这位站上擂台的勇者陨落。可笑，看好了，便是紫阳雷体的力量，你不过一个卑微凡体，怎可与雷霆争锋？好弱，碎云指。一时之下，叶珏顿时倒飞出去，灵海溃灭，灵气一散而出，叶珏被废了。珏儿，老夫又杀了你，杀了你！葛无名，你……葛无名骤然出手，
武战想要出手阻拦，却也晚了半拍。天人强者一瞬千里，不过只是电光火石之间，就已经来到了斗宗身侧。破钢掌。很好，玄阳宗，老夫记住这个仇了。竟然让长老伪装成杂役弟子，真是下贱，我亏。可无名离开后，在场的所有人皆是一脸呆滞，心中的世界观更是完全崩塌了。这年头，淬体境都能对抗天人境强者了吗？斗宗师弟，你怎么这么蠢，竟然选择去和天人强者硬抗？幸好你没事。嘿嘿，主师姐，我命大着呢。哼！斗宗，吴长老，武战正欲开口，他身上的通讯玉牌却是有了消息。斗宗，随我走一趟吧，宗主有事要与你交谈。玄阳殿位于玄阳宗主峰的山巅，乃是玄阳宗宗主所在之地。斗宗，宗主在大殿等候多时了，你快些去吧。大殿之中灯火璀璨，一片明亮。斗宗抬眼望去，只见一张檀木桌案摆放在大殿之中，其上摆放着2盏香茗，其中一盏早已凉透，另一盏却是热气腾腾。拜见宗主。眼前之人是斗宗平生最为敬佩之人。曾几何时，斗宗还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地位崇高，修为更是抵达尊者的玄阳宗主，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将他收为宗门弟子。哪怕如今已经垂垂老矣，也依旧保持着一颗纯净无瑕的心。斗宗，请坐。宗主，让弟子再为您沏上一壶吧。说罢，斗宗不禁走到桌旁，准备倒掉那冰冷的茶水。小家伙，我已经老了，喝一壶冷去的茶又能怎么样呢？宗主，怎么会？尊者的寿元可达1000年，您才不过600岁。您的寿元还很漫长啊。宗主摇了摇头，下一刻却是真元涌动，将玄阳殿的范围全部封禁，旋即便是将衣袍缓缓褪去，露出了苍白消瘦的身影。宗主，这……只见那苍老佝偻的身影之上，胸口处竟是有着一方如同黑渊般的窟窿，其内散发的恐怖气息，仅仅看上一眼便令斗宗心惊胆寒。小家伙，老夫的寿命已经不足3年时间，此伤乃是7年之前老夫深入一方魔道禁地所受。谁又能想到，大日皇朝之下，竟是封印了100万魔修，以及一位皇主境魔道大能。皇主，斗宗浑身巨震。要知道，在整个大日皇朝之内，抵达尊者的修士也不过5指之数，而皇主则是要力行9重，在9转尊者之上。若是待那魔道皇主获封之日，岂不是要生灵涂炭？老夫已经没有了任何希望，但你不同，淬体战天人，何等的壮举，何等的荣耀！斗宗，你或许是古之巨神转世，昔日大地重生，即便是老夫也没有资格成为你的师尊，但从今以后，你将成为我玄阳宗圣子。玄阳宗会提供给你所需的一切，而你只需……宗主，无妨，老夫暂时还死不了。你需要做的便是竭尽全力的成长，待那魔道大能苏醒之时，挽救这天下苍生。多谢宗主，晚辈定义不容辞。哈哈，好孩子，此乃玄阳令，见此令如见老夫。从现在开始，你便是玄阳宗圣子。还有这枚乾坤戒，其中有老夫赠予你修炼道路上的一些必备之物。丁，恭喜宿主获得1万枚上品灵石，万倍返还获得1亿枚上品灵石。恭喜宿主获得7阶妖兽焚天炎龙精血，万倍返还获得万滴精血。恭喜宿主获得7阶天才地宝命魂莲，万倍返还获得1万命魂莲。系统的声音响个不停，巨量的天才地宝瞬间撑满了乾坤界。多谢宗主。斗宗成为圣子的消息很快传了出来，尤其是听闻斗宗以淬体境硬抗天人之后，宗内弟子皆是惊叹不已，而斗宗则是回到住处，开始运转天龙百战诀。这焚天炎龙精血，传闻一滴便可让凡人拥有一丝真龙血脉，觉醒龙体，配合我的天龙百战诀，不知又会如何。精血刚一入，便如同滚油一般剧烈沸腾起来，
窦宗全身剧痛无比，若非他那强悍肉身，怕是早已爆体而亡。经检测到宿主成功炼化7阶妖兽焚天炎龙精血，获得1/1000真龙血脉，收益1倍返还，获得完整真龙血脉。恭喜宿主获得地阶体质古炎龙体。丁淬体境肉身极限发生变化，当前为11斤力量。纯粹的真龙血脉，那不就代表如今我难道已经不再是人了？系统，我现在算是龙还是人？回宿主既是人族，也是龙族，半人半龙，好吧，总强过直接失去人身成为妖族。司掌龙焰，这便是古炎龙族的血脉神通吗？我如今仍然是淬体10重，距离极限的11斤还尚有距离。命魂莲只要成功炼化，便可使修炼者神魂力量暴涨，但它的副作用也是巨大的。炼化之后，若没能及时苏醒，神魂将陷入沉眠，短则3-5年，长则千百年。根据古炎龙族的传承记忆，我只要抵达灵海境，便能够凝聚龙魂，神魂之力暴涨千百倍。届时再炼化这命魂莲，也未尝不可。想到这里，窦宗收回命魂莲，拿出大把上品灵石用于淬炼肉身。若是旁人见到这一幕，怕是会怒骂窦宗败家，而窦宗现在却只想将肉身力量提升至极限。窦宗师兄，核心弟子叶修，请求一战。窦宗师兄，核心弟子叶修，请求一战。叶修是那个令宗门头痛无比的战斗狂魔，竟然找上门来与自己切磋了。窦宗面色温和，嘴角带笑，仿佛并无任何敌意，但在叶修眼中却是另外一幅画面。他仿佛看有着一方遮天蔽日的赤心巨龙，给他带来无尽的压迫感。叶修，你便是窦宗师兄，宗门圣子。正是我。叶修远道而来，是想与我切磋一番。切磋？闻言，叶修眸光微亮，当即便想要答应下来，但当他回想起那巨龙，却是有些犹豫了。不错，我确实是想与师兄讨教几招，还望师兄成全。哪怕是输，我也要试一试。好，既然叶兄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就出去比划比划吧。叶修这个战斗狂，果然找上斗宗了。哈哈，你上次可是被叶修揍得够惨。你2人点到为止，切记不可真正威胁到对方生命，否则宗门必定严惩不贷。弟子遵命。窦宗师兄，你先出手吧。听见叶修的话，窦宗淡然一笑。叶修虽是神府3重，但可战寻常神府境巅峰强者，并且拥有着万体榜排名第663的体质虚灵剑体，学习任何剑法，甚至是凝聚剑意，都是轻而易举。但是对于现在的我而言，还是太弱了，看来只能收敛实力，让叶修输得不太难看了。叶兄，小心了。师兄也请小心，此战叶某必当竭尽全力。是叶修师兄的寒名，那可是一柄地阶下品灵器，品质极高。据说叶修师兄曾凭借这柄寒明剑越级斩杀过归一境的魔道高手。哈哈，你是未曾见过斗宗圣子昨日败退那雷天宗长老的一幕。叶修来到擂台边缘，整个人都被冷汗浸透，心脏跳得厉害。好快，这若是真正的生死之战，我必然已经陨落当场。用肉身硬扛了那一剑，还丝毫未损，斗宗难道是怪物吗？陆师兄，若你与这斗宗交战，有几成胜算？呵呵，赢！我在他面前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可言，天人之下，他便无敌。什么？他的肉身力量恐怕足有数千万斤。你的速度有些慢了。叶师弟，承让了。你太强了，简直就是怪物。可能吧。6阶任务：斩杀6阶妖兽惊天狮王，奖励10万宗门贡献，6阶天才地宝紫灵叶30斤。窦宗拿起了位于最上方的任务，6阶任务一般没有天人境长老才能够接取。那惊天狮王有着斩杀天人3重强者的实力，因此奖励丰厚。虽然我如今身为圣子，资源众多，这奖励用处不大，但我若一直蜷缩于宗门之内，日后面对那魔道皇主，也多半讨不得好处，还不如出去历练一番。圣子，你确定要接取这个任务吗？对，我如今身为圣子，有权利接取所有任务。答应他。罢了，希望你此次能活着回来。谢长老。洛天山脉乃是大日皇朝3大险地之一，
传闻其最深处有大恐怖，数千年来都是无人敢真正深入其中。小二，上菜，再来一壶酒。客官稍等。哦，玄阳宗之人。这位客官，您快请坐。凡人，本公子让你开口了吗？早就听闻玄阳宗都是一群自诩道貌岸然的君子，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滚开！不要挡我的去路。区区一个玄阳宗外门弟子，也敢如此与本公子说话？你们废掉他的丹田，然后打断四肢，扔进洛天山脉吧。眼前之人乃是大日皇朝4大世家之一的林家少主林峰。林家虽不及皇族势大，但也算是庞然大物。他的父亲更是一位封王级别的天人强者，名号御风王，因此他从小便养成了骄纵跋扈的性格。在他看来，斗宗不过是一介蝼蚁。小子，这只能怪你的命不好，去了地狱，可莫要怪罪我等。找死！这林峰满眼惊诧，眼前之人的修为明明只有淬体师虫，怎么可能一招将2名归一境巅峰轰飞？你究竟是谁？这个老六肯定是隐藏了实力，这人恐怕是玄阳宗真正的天骄之一。怎么，现在知道怕了？斗宗默然一笑，隐隐之间，身上的古岩龙族之威缓缓显现开来。阁下，此事到此为止了。天人强者，仅仅一眼，斗宗就确认了，眼前之人乃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天人强者，并且还并非是寻常的低阶天人，乃是天人之中的封侯者，比寻常天人强上几倍不止。这位怕是已经超脱普通天人，达到封王级天人实力。本座名号独心侯，希望小友给我一个薄面，将此事接过如何？独心侯大人，竟是那林家少主的护道者，不愧是林家，不愧是尊贵的御风王大人。独心侯，此人以毒术著称，阴险至极，但在我免疫万毒的古岩龙体面前，就是一个笑话。但若此时开战，引来那御风王，恐怕依旧难逃此劫。看来只好暂避锋芒。林峰，你父亲回来了，跟随本座回王府吧。没想到，在这洛天山脉的外围区域，竟也能让我碰上一头初入6阶的赤灵巨猿。斗宗如同人形凶兽一般，直接以那巨猿正面搏杀，恐怖的力道竟是令那巨猿都是节节败退。孽畜，休走！6阶妖精，看着手上的妖精，斗宗面露欣喜。寻常人类是无法吸收妖精之中的妖力的，那狂暴的力量会直接让人爆体而亡。故而，妖精更多的用途是附着于武器之上，或者直接引爆用作暗器。但斗宗不同，半人半龙的体质使他汲取这妖精之力，简直是易如反掌。恭喜宿主获得6阶下位妖兽赤鳞巨猿妖精，收益获得10000倍返还，获得1万赤鳞巨猿妖精。前方便是洛天山脉的中层区域了，今日便暂且停顿，炼化这些妖精吧。今夜我便要真正达到淬体极境。此地就是任务中所说的那惊天狮王的领地范围了。可为何我感受不到任何6阶妖兽的气息？突兀的，斗宗身形猛然停顿，仿佛看到了什么一般，瞳孔微缩。此地的那头妖兽祭品，你们准备好了吗？姐姐自然准备好了，待我等将它献给魔尊大人，必定能够得到大量奖励。到时候，哈哈！这些魔修竟然也敢踏足洛天山脉，既然碰到了，我又怎会让他们活着离开？这些魔修都该死！3000处子为野，外加500婴孩心脏，以及这拥有一丝祖脉的今天狮王作为祭品，魔尊大人就应该能完全恢复伤势，甚至更进一步吧。到时候那孤星尊者算什么东西，一剑便可斩灭。届时整个大日皇朝之内，除却宣扬那个老东西，又有谁能阻挡魔尊大人？一个隐藏修为的小家伙，姐姐居然还有送上门来的猎物，小鬼乖乖跪地臣，否则你找死！
这4人竟皆是天人层次的强者，为首之人更是已经来到了封侯层次。小子，给我去死吧！龙焰，仅仅片刻时间，那4名魔道天人，包括那为首的封侯强者，皆是被龙焰直接焚为灰烬，尸骨无存。龙焰的力量，看来还要远远超出我此前预估。可惜他们的储物袋都一并被焚火了，那今天狮王的尸身应当也是放在其中。略带惋惜，斗宗便是打算离开这洛天山脉。哈哈，小辈，斩杀本座5名奴仆，你很有胆量。谁？本座炼血魔尊，7煞魔殿10大魔尊之一。炼血魔尊周身血腥味扑鼻，令人心悸。这虽然只是他的一缕意志化身，但依旧有着不容小觑的实力。小子，你可知晓，为了今日的血祭，本座已是为此准备了数年时间。8大祭坛就只差那今天狮王精血，便可让本座恢复伤势，甚至晋升尊者4重。但你却横插一手，坏本座大事。你可知，在寻到今天狮王这般拥有血恶师血脉的妖兽，何等艰难？既然如此，那便将你作为最核心的祭品，献给本座吧。好霸道的力量！莫非这小子是某种特殊体质？否则的话，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可怕的巨力？或许用它作为血祭核心，甚至要比那血恶师元血效果更佳。凝血术的不好，我根本无法躲避。姐姐，在本座这天阶神通血秘面前，你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好了，该收取你身躯内的元血了。居然被他逃脱了。炼血魔尊眼中杀意迸发，他堂堂尊者，居然没能留下一个小辈。哈哈，小子，本座……炼血魔尊话音未落，却是突然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一股澎湃威压瞬间笼罩了百里区域。大龙族，洛天山脉之中怎会出现一方真龙？真龙乃是妖兽中的至高血脉，纯血真龙一旦成年，便能够拥有比拟人族皇主的恐怖力量，这是生命层次的绝对碾压。害他！该死，这真龙的目标为什么是本座？的。该死，本座的意志化身被毁了，是谁？炼血魔尊目眦欲裂，他这具化身才派遣出去不过半个时辰，竟然就直接遭到灭杀，这让他愤恨无比。不管你是谁，敢破坏本座大计，与我7煞魔殿作对，都只有死路一条。化作龙身所需的消耗可真是堪称海量，不过力量也确实足够强大。待我进入灵海境，应当便能拥有真正的海量灵气维持运转。斗宗不敢怠慢，立刻拿出1枚上品灵石汲取灵气。丁，恭喜宿主成功汲取1缕精纯灵气，收益获得万倍返还，获得万缕天地灵气。不过数息时间，斗宗体内灵气便再度充裕起来了。与此同时，淬体系的瓶颈也逐渐松动，要突破了。霎时，方圆千里内的天地灵气发生暴动，犹如潮汐般涌入斗宗体内。那灵海也在急速扩张着，10万丈、20万丈、50万丈、70万丈，仅仅1个时辰不到，斗宗的灵海所能承载的灵气总量，竟是达到了常人的1万倍不止。系统的功效可真是霸道，这才是真正的灵气之海。好了，接下来才是此次突破灵海境的最大收获。哦，凡界之中竟也有如此纯净血脉的小家伙。拜见前辈。丁，恭喜宿主成功凝聚龙魂，灵魂力量获得100倍增幅，收益获得万倍返还，获得100万倍灵魂力量增幅。没想到这片凡界之中竟会诞生出这等绝代妖孽，这份资质足以让你在这凡界崛起了。太初龙主，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在混沌宇宙中看到你的身影，努力吧，小家伙。看来这个世界还要比我想象中的更为广阔。混沌宇宙，难道是天元大陆之上的存在？
斗宗稍有疑惑，却也没有太过多想。此等层次的事物，还不是他如今可以触及的。该离开了。那炼血魔尊必然不会善罢甘休，可能会亲自来到这洛天山脉之中。风景丑。近日已有10余弟子在进行宗门任务的途中被魔修袭杀，魔道中人当真该死。我们也只好节哀顺变。已经遭遇不测的弟子有吴文浩、赵峰、宋姐、林海、陈涛。发生什么事了？最后一位被魔修袭杀的弟子周通。听见这个名字，斗宗脑海一片轰鸣。与自己关系莫逆、交情深厚的兄弟周通，竟然遭受了魔修毒手。斗宗圣子，节哀顺变吧。长老，是谁杀了周通？杀了诸位师弟师妹？鬼冥宗。鬼冥宗，大日皇朝4大魔宗之一，其老祖已进入尊者，座下更是有着6大封王天人，在大日皇朝乃是绝对强大的存在。鬼冥宗，好，很好。斗宗，不要冲动，那鬼冥宗底蕴深厚，纵使你如今实力强大，或许堪比封王天人，但也万万不是你能对付的。放心，我自有分寸。周兄，待我为你报仇，我等再把酒言欢。你说你杀了玄阳宗的10余外门弟子？启禀师尊，弟子确实斩杀了几个玄阳宗弟子，他们大多数都是被我掏去心脏，斩断命脉罢了。愚蠢！请师尊明示，天明究竟犯下何错？宗主已经下令，不可与玄阳宗发生争执，违抗者格杀勿论。你简直是在找死！暗影王语气愈发森冷，封王级的威压逐渐弥漫开来。你可知，虽然那玄阳宗主重伤未愈，不足畏惧，但玄阳宗中还是有2位尊者境的泰山长老存在。除此之外，玄阳宗的12核心长老皆是封王天人，要是真正惹怒了他们，我鬼冥宗必遭灭顶之灾。你这次当真闯祸了。听闻尊者2字，赵天明心中一阵后怕。达到尊者，就能够凝聚法域，和天人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存在。师尊，弟子该如何做？快呵，怎么做？既然犯了错，自然要承担责任。我会派人将你的死讯传到玄阳宗，给他们一个交代。何人敢闯我鬼冥宗，来人不惜一切代价将袭击者斩杀。只有你一人，小子，我佩服你的勇气，给我去死吧！呵呵，好俊秀的小子，想不想当奴家的男宠？这家伙必须死，他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呵呵，可怜的小家伙。好烫！想杀我，你们配吗？铁熊陨落了。铁熊可是封侯巅峰，他到底隐藏了多少修为？你这小家伙果然诡计多端，你隐藏修为来我鬼冥宗，究竟有何目的？目的灭你鬼冥宗，一个不留。宗主大人，救我！看了这么久，是在等我亲自动手吗？滚出来！奸邪阁下的灵魂感知果然敏锐。鬼冥尊者，我还以为你要躲到全宗覆灭之后。奸邪，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家伙！你虽然展现出了堪比尊者的力量，不过本座可是没有在你身上感受到任何本源法则的气息。你的真实修为定是在尊者之下吧？修为？没错，我如今的修为只是灵海境10重，只是对付你们灵海境10重足矣。灵海境10重，莫不是把我等当成傻子？小家伙，你太狂妄了！你的实力确实超凡脱俗，可惜你遇见的是一位真正的尊者。鬼冥之域，
黑暗法则，这便是真正的黑暗法则。本座将来也一定要参悟这黑暗法则。这便是法域的力量吗？身处其中，窦宗也是露出了一丝凝重。他能感受到黑暗法则那无时无刻的侵蚀之力，正在吞噬他的血肉与灵魂。本座这鬼冥之玉滋味如何？可笑！找死！这便是宗主大人的真正力量吗？真是恐怖啊！那小子恐怕尸骨无存了吧？狂妄的小子，下辈子可不要再继续犯蠢了。尊者的力量仅有如此，竟然还活着，这小子竟然可以抗住自己的鬼冥之玉，是因为他的体质吗？想起窦宗释放的那种火焰，鬼冥尊者心中一颤，似乎想起了某种可能。万体榜排名第80点，万焰神体，如此逆天体质，若是夺舍，本座定然能够成就圣者。小子，你很好，可愿成为本座弟子？未来你便是鬼冥宗宗主。哼，可惜我可不想成为一个死人的弟子。宗主，不好，快逃！好，我让你走了吗？阁下，不知我鬼冥宗究竟何处得罪了您？我窦宗乃是玄阳宗圣子，所有弟子的大师兄。我的兄弟周通，还有10余位师弟师妹，可都是死在你鬼冥宗手中。圣子大人，就在今日，我已经斩杀了那个十恶不赦的凶手。无所谓了，你也去与他陪葬吧。短短3天时间，鬼冥宗负面的消息便是如同飓风一般席卷整个大日皇朝。不少人以为这是某个帝国世家或是圣地之中走出的超级妖孽所致，窦宗也由此得到了一个焰神王的名号。传令下去，我七煞某殿之人一律不可招惹那焰神王。本座与诸位殿主已经找到了魔主大人的封印之地，只需1年左右的时间，便可帮助魔主破风而出。届时我七煞魔殿100万强者出世，七煞魔主更是在临世间区区焰神王，弹指可灭。谨遵魔尊令。周通，我为你复仇了。鬼冥宗的所有人都已为你陪葬。看，我做到了，可以安息了。窦宗，骆长老，骆凌雪昔日乃是玄阳宗主的亲传弟子之一，更是上代弟子中最杰出的天骄，没有之一。更是有着万体榜中排名133的空灵神体，修炼速度快到骇人。如今不过20岁出头，便一时有了冰洛王的封王称号，名震皇朝。请问骆长老来此是有何要事吗？宗主他正在召集你我，还有诸位核心长老，不出意外是为了魔种灾祸之事。听闻魔种2字，窦宗心头一凛，那是由无尽怨气与戾气凝聚而成的邪恶之物，一旦被侵入，便会失去理智，沦为疯魔。据说是一头七阶妖尊被魔种掌控，截至今日已经带领兽潮毁灭3座城池，100万人惨遭屠戮。宗主他是准备召集我等前往镇压吗？不错。见过宗主，诸位长老。哈哈，焰神王来了！我宗圣子窦宗，如今大日皇朝传得沸沸扬扬的焰神王，可是有着斩杀尊者的实力。焰神王，窦宗有些不明所以。这几日他未曾在意外界消息，对这名号并无了解。什么？圣子他就是焰神王？若是有焰神王出手，此次魔种灾祸应当可以化险为夷。刚刚我已得到消息，大日皇朝已经派遣孤星尊者与10位封王级强者赶往支援，届时我宗强者与之会合即可。至于派遣人选，还请宗主决断。师兄，此次怕是要你亲自出手了。这是道宗，这位是我玄阳宗的太上长老，其名苏远，外界名号归圣尊者，实力尊者7重。原来是太上长老。除此之外，便由我宗4位核心长老以及骆凌雪、窦宗一同前往吧。明日启程。传闻玄阳宗天阶层次的功法武技仅有1本，可如今看来，却根本只是故意外放的假消息罢了。这些明明都是天阶之上啊！
丁，恭喜宿主获得天阶下品功法风罡诀，质量获得万倍增幅，获得地阶下品功法风息灭神诀。宿主请注意，风息灭神诀需要9层以上风之法则感悟作为前提，方可成功修炼。随着系统的声音响起，风息灭神诀的所有内容深深烙印在窦宗的脑海之中。此功法达成，竟可一念间摧毁100个大日皇朝。这便是地阶层次的功法威能，果真恐怖。只可惜，如今我连真元都无法凝聚，又谈何功法感悟？窦宗有些失望，除非他达到尊者层次，否则这功法他根本就无法入门。咦，这是？丁，恭喜宿主获得地阶上品灵魂秘典魂刃，极度残缺，可选择万倍修复至完美状态。灵魂秘典。听见系统的声音，窦宗不由得心中一喜，因为这并不需要法则的感悟作为基础。修复。丁，修复完毕，恭喜宿主获得神阶下品灵魂秘典魂刃。等等，神阶下品。窦宗心情激动，没想到系统这次修复竟然直接将这灵魂秘法的拼阶提升到了神阶的地步。这魂刃共分7层，距离出发还有几个时辰，我必须尽快入门这魂刃第1层。都做好准备了吧？你就放心吧，我等早已做好准备，溃灭兽潮。好，那么出发。百山城城主王刚参见尊者大人。是雷天宗的人。此次参与的共有4方势力，分别是大日皇室以及正道3宗、玄阳宗、雷天宗以及云霞宗。雷天宗六臣见过孤星尊者。你们老祖没来？启禀尊者大人，老祖正在闭关冲击尊者4重，故而无法赶来。呵呵，4重，那个老家伙莫不是贪生怕死，躲在宗门不敢冒头吧？也是，毕竟他可是拥有长生之体，10倍寿元呢。听见孤星尊者的话，柳神欲言又止，终是不好辩驳。孤星，好久不见。是云霞宗。陈心见到云霞尊者的到来，孤星尊者面色复杂，只因他2人曾是道侣，度过近100年美好时光。然而后来2人前往一方秘境，在一场近乎必死的局面之下，孤星尊者选择了自己逃亡，抛弃了云霞尊者。最终虽说云霞尊者并未陨落，但2人的感情也因此破裂。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往事已过，我也不求你原谅我。呵。玄阳宗的人也来了，这等气息，难道是归圣尊者？3位尊者吗？这3大强者镇压那大妖，应当已经是绰绰有余。诸位大人，前方探子传来消息，妖兽的数量已经达到1万之数。诸位，我们得行动起来了，立刻布置大阵。孤星尊者话还没说完，远处突然传来极为动的声，旋即只见滚滚尘飞扬，妖兽如蝗虫过境，密密麻麻直冲而来。该死，怎么这么快就来了？这和预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诸位，随本座杀敌，此城绝不能失守，绝不能让他们攻破大阵。这妖兽数量与情报之中的完全不同，不过任凭数量再多，于我面前也根本毫无用处。魂刃第1层，御刃。霎时间，无数利剑飞出，在斩杀了一头妖兽之后，便是再度爆射而出，疯狂收割着妖兽的性命。短短数息时间，便又有着数十万妖兽丧命。玄阳宗之人，可我为何从未见过这位强者？太慢，太慢。虽然可瞬杀数十万妖兽，但斗宗依旧不够满意。6阶巅峰，如今的我弹指可灭。斗宗冷笑，心念一动之间，便有着滔天的灵魂之力汹涌而出。人类，你欺守太甚！愚蠢的东西！爆！他是燕神王，最强锋芒之名，实至名归啊！好可怕的实力！这是7阶妖兽天冥隼，怎么会有第2头7阶妖兽出现？它究竟是何时到来的？
天冥隼，以极致速度闻名的恐怖妖兽，哪怕是一些高阶尊者都无法追赶。龟圣、云霞，我们3人联手。好，姐姐，人类，你们都得死。不好，天星之玉起！人类，万万，兄长，杀了他！突然之间，任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一幕发生了，在孤星尊者身后，竟是又有一头天冥隼破空而至。什么？第3头7阶妖尊？不，孤星大人，一方尊者直接陨落当场，一时间，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姐姐，人族蝼蚁，全部去死吧！该死，快逃！逃吧，逃吧，你们逃不掉的。正当天冥隼即将展开屠戮之时，一声沉闷的巨响在这片天地之间猛然炸响，下一刻，天冥隼那庞大的身躯竟是直接倒飞而出。你们这群异族妖兽，真该死啊！斗宗，怎么会是他？该死的人类，杀我兄长，我一定要你死！小心！就这，司魂源于魂刃秘典之中的灵魂功法秘法之一，一经施展，可直接陷入对方识海，撕裂灵魂。这个人类究竟想要做什么？我可是一击必杀，7阶的天冥隼甚至来不及反应，便已经命丧黄泉。这家伙怎么这么强？没有太多时间考虑，下一波兽潮顷刻而至，数量不减反增。该死的，这可怎么办？完全杀不完呢！难不成是天要亡我百山城，灭我大日皇朝吗？诸位不必担心，他们休想踏入百山城半步，就让火焰燃尽一切吧。好浓郁的气血之力，这等火焰更是堪比天地一火。本座要他成为我的奴。是，主人。人类至上的空魔冕下决定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一，臣服于伟大的空魔冕下，奉献出你的全部力量，永世为他效力；二，我将毁灭整座城池，号令兽潮屠灭一切人类，而后将你强制化作无主的奴仆。不过区区魔种也敢自称为空魔，莫非你以为就凭你们这群畜生便能够让我臣服？侮辱主人者，死！真是可笑！杀了本座最心爱的奴仆，该死，该死啊！魔种终于亲自显现了吗？人类，受死吧！这一剑名为藏魔。恐怖的空间乱流不断肆虐，剑罡搅碎一切，径至飞去。这不可能！众人看见这一幕，皆是大惊失色。这传说中的焰神王，恐怕要远比他们想象中更强。不可招惹玄阳宗，千万不可招惹玄阳宗！玄阳宗太可怕了！听，恭喜宿主炼化残缺，9品圣者灵魂本源，收益获得万倍增幅。能够侥幸吞噬圣者残魂，这魔种的运气也是逆天。不过最终还是便宜了我。不愧是圣者，仅仅是一道残魂，便蕴含着如此磅礴的力量。在圣者残魂的万倍增幅下，斗宗的灵魂力开始疯狂暴涨，一口气冲到了9转尊者。之后，一鼓作气达到了黄主境的层次，到了黄主4重才缓缓停了下来。怎么回事？有一种灵魂离体的感觉。斗宗眉头微皱，瞬间找到了答案。我现在肉身修为与灵魂修为差距太大，以至于肉身达到了承载灵魂的神仙。看来今后要着重锻炼肉身了。不过如今魂刃秘典的第2层碎虚，我倒是已经可以开始修炼了。大战胜利的消息飞快地传遍了整个大日皇朝，焰神王的名字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皇朝第一人。天剑圣地，玄武帝国的3大圣地之一，地位非凡。这一柄剑乃是整个天剑圣地传承了100万年的至宝九天。上古时代，它是一名准地之佩剑，然而此后100万年，却无人能让其认主。但今天，是谁？竟是令的先祖之剑共鸣。9天，你想要做什么？你是说你真正的主人出现了？
没想到啊，本座苦苦追求你万年，竟然比不过这一个天降之辈。我君无悔纵横剑道万载，可也从未见过谁的剑道天赋能和我相提并论。我倒要看看你亲自选择的主人究竟是怎样的绝世妖孽。斗宗，老夫以玄阳宗宗主之名，正式任命你为我玄阳宗第17核心长老，希望将来宗门若是遭遇危机，你能够伸出援手。宗主言重了，这是弟子分内之事。此外，我这里还有一些东西送给各位，表表寸心。天阶，如此多的天阶功法，这玄阳宗对我帮助良多，弟子不敢忘记。今日这些，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还望各位不弃。斗宗长老，老夫代表玄阳宗的所有人向你表示感谢。宗主，你们客气了，我还要闭关几日，今日就先离开了。这传承记忆之中领悟的神通真是恐怖，这焚世神通若是全力施展，恐怕皇主都难以抵挡吧。如今我虽已进入灵海境，但这项神通耗费甚大，还是不要轻易使用的好。神荒帝国，天元大陆的下位帝国之一，相比玄武帝国，不过是弹丸之地罢了。这位前辈，欢迎来到神荒帝国，不知前辈是为何事而来？这位绝对是一位恐怖滔天的无上强者。呵呵，无需如此紧张，本座乃是天剑圣地圣主，此次前来只是为我圣地组建，寻找新的主人。原来是天剑圣主大人，在下神荒帝国皇帝李虚，见过圣主大人。召集你帝国内的所有剑道天才，若是能被9天选中，将获得一场真正的无上机缘。这便是最后一个了吗？是的，刚刚这苏问便应该是我神荒帝国天资最高的剑道天才。9天，看来你的主人并不在此了。你是说继续往前，那应该是北洛帝国、狮山帝国、冰凤帝国，还有大日皇朝。这几天怎么总是有一种被盯上的感觉，真是烦躁。难道是错觉？这几天斗宗一直在钻研剑道，在系统的加持之下进步飞速。如今我已达到剑意9重，再往上一步便是可化剑为玉，甚至可构造剑之世界罢了。刚好便拿那残余的3大魔宗用来祭剑吧。在大日皇朝，除却已经被灭的鬼冥宗外，还有七杀魔殿分殿、炼师门、邪天宗3大魔道宗门，皆为十恶不赦之辈。说起来，那七煞魔殿的炼血魔尊还曾与我有过节，那我就亲自上门送他归西吧。不错不错，没想到一方中卫帝国之中，竟也有如同你这般天赋的剑道奇才。18岁的尊者3重，更是领悟到了剑意5层。虽然9天并未选择认你为主，但你可愿做我天剑圣地真传？徒儿见过师尊。好，那你便与我同行。若是无法寻到9天之主，再返回圣地之中。9天，你说的主人究竟在何处？3大帝国皆无人能入你法眼。接下来可就只有大日皇朝这一个去处了。你是说那里一定存在着你的主人？在这几天时间，斗宗已经将大日皇朝剩余的3大魔宗屠杀殆尽，正在进行着最后的收尾工作。投入魔宗，好了，可真是令人怀念。本座年少时可也曾如此肆意妄为过啊！一时间，斗宗只觉得动天摇，一股极度危险的预感油然而生。这绝对是无上强者，强到让我无法抗拒。来者虽给斗宗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他旁边的那柄剑却是让斗宗心中猛然涌现出一种莫名的悸动，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在召唤自己去取那柄长剑。9天，你说这个小家伙便是你认定的主人？前辈，您这是？应检测到概念级混沌至宝碎片，请宿主务必立即获取。若成功获得，宿主实力将大幅度增长，系统功能也可进一步完善。系统，什么是概念级混沌至宝？概念级混沌至宝与原始级、鸿蒙级同等层次的混沌至宝，是无穷多元宇宙海中最强大、最古老，亦是最根源的至宝。宿主所遭遇的至宝碎片蕴含斩制概念，完整形态可斩断一切。你叫什么名字？斗宗。斗宗，你天资倒是不凡，你的剑意等阶可是9重。是的，我的剑意确实是9重。
不过刀艺就只有8种了，至于枪艺，那便只有6种。你竟然同时掌控3种兵刃一境，唉，只怪我平日慵懒，总是喜欢摸鱼，不然也不会仅仅只掌控这3种意境了。摸鱼仅3种，如此凡尔赛的小子，真的会是9天选中之人吗？小子，本座乃天剑圣地圣主，另外，这乃是我宗祖剑9天，是一方可与地兵匹敌的至宝。地兵？那是什么垃圾？这可是概念级混沌至宝，这家伙也不识货呀。9天，好名字啊！不知圣主大人今日来此，究竟有何要事？9天虽为我圣地至宝，但100万年来却是没有一人能够让其认主，以至于宝剑蒙尘。时至如今，几乎再无人知晓9天之威。不过今日，他却是选择了你，斗宗。那圣主大人，您是想要？本座可以给你9天，但是你需要答应本座几个条件。圣主大人但说无妨，只要不是大恶之事，我必义不容辞。你也知晓，9天乃是我天剑圣地祖剑，本座自然不会让他落入外人之手。所以第一个条件便是加入我天剑圣地，成为圣地神子。可我如今已是一方宗门的长老，这个你无需担心，你不必舍弃这个身份，也不用脱离如今宗门，2个身份可以兼得。既然如此，晚辈愿意加入。第2个条件，那便是对你实力的考验。楚雨溪，你与斗宗切磋一番。是，圣主大人。来吧，斗宗，让我成为你的第一个对手。圣主大人，您让我欺负小孩子，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啊？你说谁是小孩子？临仓剑狱，请。斗宗，我承认你很厉害，但你的修为，你输了。我没输，我还能再战。野溪，退下吧，你的确已经输了。强者的战斗往往就在一瞬之间。是，雨溪明白了。很好，雨溪乃是本尊陆经一方帝国所收的真传弟子，他的实力在诸多真传之中，只能勉强排到中下游。本想让其他天骄与你切磋，但此地却没有其他弟子了，所以接下来便由本圣主亲自考验你一番。我会将修为压制到尊者1重，你尽管发起攻击。好强！天剑圣主，实力远超想象。念及此处，斗宗瞬间变换剑招。藏魔，你输了。天剑圣主淡淡一笑，身形一闪，来到斗宗面前。圣主大人，您没事吧？坏了，刚刚完全是条件反射，没控制住。我没事。刚才都是意外。不过圣主您实力通天，想必也不会和晚辈计较什么。圣主您没事就好。没有丝毫妖气，难道他是拥有某种逆天体质？天剑圣主目光灼灼，想要知道斗宗的力量从何而来，只是任凭他如何探查，都没能找出半分端倪。斗宗，你能否告诉本座，你的体质究竟是何等品阶？圣主，你既不愿说出，那便罢了。但是什么？让本座先打你一拳。圣主大人，打也打了，可以将9天赐予我了吗？斗宗，9天交给你后，我希望你能带着他，在即将召开的天元大比之中，代表天剑圣地夺得第一，让9天的锋芒与威名再度震慑整个大陆。是。恭喜宿主获得残缺概念级混沌至宝9天，收益获得万倍增幅，完整度从100万分之1提升至1%。丁，混沌灵虫子模块开启，恭喜宿主获得混沌灵虫吞星巨兽。混沌灵虫可通过吞噬大量天材地宝、妖精、灵石，快速提升实力，是宿主未来修炼道路中至关重要的伙伴。吞星巨兽，听名字就非常不简单了。不过究竟在哪里呢？这哈士奇。吞星巨兽乃是混沌宇宙中的至高种族之一，成年体以恒星与类星体大陆为始，从而不断进化，号称世界吞噬者。虽然幼体长得有点像哈士奇，但请宿主莫要太过轻视。斗宗，这狗是哪来的？圣主，这应当算是我的本命灵兽吧。看你这副样子，不如以后就叫你小黑子吧。宗主，您感觉好些了吗？斗宗，
这究竟是什么宝物，竟将我体内顽疾一扫而空？宗主，恭喜了。斗宗，这位是？没什么，他只是天剑圣地的圣主而已。晚辈李玄义见过圣主大人。不必多礼，斗宗已是我圣地神子，今日便会随本座离开。本座已在玄阳宗范围布下剑阵，可防范任何心怀恶意之辈。晚辈感谢圣主大人。既然如此，那我等即刻启程。我们到了。圣主，不知那柄巨剑是何来历？它便是我天剑圣地之名的由来。传说这是一位神灵坠入此界的神器，早在1万年前便已经屹立于此。纵使圣地先祖修为通天，也不曾能催动它半分。或许唯有真正的神灵才能够驾驭这天剑吧。圣主大人，弟子能够近距离感受一番吗？当然，我倒希望你能够驾驭这柄天剑。经检测到超位神器神陨，当前为有主之物，系统无法进行，万倍收益返还。超位神器，有主之物，若是此剑之主降临天元大陆，恐怕会是灭顶之灾啊！你是何人？老夫为何从未在圣地中见过你？长老，这是我天剑圣地新晋的神子，成功收服了9天。什么？9天竟主动认主了？哈哈，神子殿下，今日老夫略有失礼。这株天银草便送给你了，服用此物可完全隐匿身形，持续半个时辰，准地之下皆无法察觉。既然如此，那便多谢前辈了。斗宗，随本座走吧，太上长老们已经等不及了。另外，长老，本座灵舟上还有一位此前寻得的真宠，你便先带他前往圣地。弟子斗宗见过3位太上长老。没想到啊，没想到在这个时代，竟然真的有人能够收服9天。斗宗，你很不错。这小辈的确不错。无悔，你且退下。老朽倒是想要见识见识这令9天臣服的妖孽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是。老朽名为商，你可以称呼我为剑鬼。小子，我看你天资不错，在我手中支撑1炷香的时间，你便可拜老朽为师。这个老六，化灵境对战准地，您这是连开挂的机会都不给他。放心，我不会太过为难于你。1炷香的时间便从此刻开始。9天，斩了他！见鬼老头，这太上长老，您没事吧？看着见鬼的伤口，斗宗心中微惊。即便事先知道9天可斩万物的力量，却已是惊骇不已。好锋利的剑，9天的攻伐之力远超我之前的估算，难怪先祖能够依靠此剑险些斩杀那一族大帝。哈哈，不错，不愧是被9天认可的天才，竟然伤到了老朽。很好，你赢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老朽的第7个亲传弟子。弟子斗宗见过师尊。很好，老朽怪你还同修刀艺与枪艺，那这虚空斩刃与灭魂神枪便当作是为师给你的拜师礼吧。弟子谢过师尊。至于功法武技，你可去剑阁之中随意挑选，好好修炼。为师希望你能在天元大比中夺得魁首。师尊放心，弟子定不负众望。恭喜宿主获得准地阶灵气虚空斩刃与灭魂神枪，万倍质量返还成功。虚空斩刃提升为下位巅峰神器，灭魂神枪提升为下位高等神器。神器，这下真无敌了呀！前辈您是？我名安山南，是殿下您的护道者之一。护道者？是的，神子殿下，圣主大人吩咐过我，由我带您前往神子居所。好，那便带路吧。这天玄峰灵气浓郁程度比起外界起码要浓郁100倍，当真是洞天福地啊！神子殿下，这整座天玄峰以后就是您的居所了。直接送了一座山峰，胜得真是财大气粗啊！那里是？殿下，这乃是试炼密室，其中蕴含着一方虚拟世界，您可随意设定敌人强度、重力与空间质量，
以达到近乎实战的试炼效果。原来如此，这可真是好东西，在此处修炼，对我的实力定会受益无穷。徒儿，为师给你带好东西来了，还不快快出来迎接？刀意九重，枪意九重，你这些天干了什么？见过师尊，侥幸突破而已。整整7天时间，斗宗完全沉浸于试炼密室之中，面对不同的敌人，不断打磨自身的战斗技巧，刀意与枪意自然而然的提升了。徒儿，此次为师前来，可是给你带了好东西。你可知这传承玉石之中记载的是何物？弟子不知。这是为师特意去了你师祖那边，为你求来的炼体功法——明神镇玉诀。此乃上古至强者明帝的传承功法。明帝啊，那可是天元大陆1万年来最顶尖的炼体至尊。明神镇玉诀吗？又一个主人的传承者。晚辈斗宗见过这位前辈。前辈，呵呵，不过是一个失去主人，徘徊在玉塔，如同亡魂般的审判者罢了。8000万纪元过去了，却都没有一位传承者有资格成为玉塔之主，继承主人的一切，真是一群废物。主人难道是那明神？可惜啊，你的资质在如今700万传承者中，只能勉强算得上中游，想要打破这万界枷锁，基本毫无可能罢了。经恭喜宿主获得混沌级功法明神镇玉诀，万倍增幅成功，明神镇玉诀提升至未知品阶。这未知品阶是什么意思？是已经达到极限了吗？你且记住，将此功法修至圆满，自可踏足玉塔，获得真正的明神传承。徒儿，你可有何收获？师尊，弟子已经得到明帝传承。哈哈，为师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得了这传承，半月后的天元大比，你必然可以夺得魁首。好了，为师便不耽误你修炼了。弟子恭送师尊。见鬼走后，斗宗当即开始感悟那明神镇玉诀，点亮4万亿暗星，即为功法大成。这明神镇玉诀当真是与众不同。如此说着，斗宗变异星正式将第一颗暗星成功点亮。经恭喜宿主成功激活第1颗暗星，收益获得万倍返还。恭喜宿主获得神躯明神之瞳，又拥有洞察万事万物、看破一切虚妄之力，同时获得2大混沌全能、创生之全能、无限寿元、永恒不朽、可滴血重生、死兆之全能。剥夺生命，被宿主攻击一定次数，对方将绝对死亡，可杀世间万物。半月时间很快过去。这一日，于天元大陆各大地域的苍穹之上，一道长达万丈、通体金黄的榜单突兀显现虚空。是天元榜，看来此届的天元大比马上便要召开了。天元榜乃是300年一次，汇聚整个大陆天才妖孽争锋的荣耀之榜，其中一共1万名次，即便能够位列榜单末尾，亦是能够震动四方。天元大比终于要开始了吗？听说了吗？新阴神子殿下也会参加此次的天元大比。听说了，神子可真是个彻头彻尾的修炼狂魔，入圣的整整半月有余，并一直处于天旋峰闭关修炼，从未有一次外出。哎，我倒是想见见这位神子殿下，可惜我等根本连进入天旋峰的资格都没有。好了，斗宗你小子终于舍得出天旋峰了。师尊，我这不是为大比做准备吗？还有半个时辰，大比便要真正开始了。此次参加人数有整整14000亿人。师尊，为何如此之多？因为除我人族之外，还有无数异族也会一同参加。不过本座也没想到，此次人数会达到如此数目。见鬼的话音刚落，只见无数光点自天元榜飞射而出，牵引着无数参赛者。师尊，这是……无妨，这是天元榜的借引之力，它会将所有参赛者的投影拉入一方小世界，让其互相竞争，从而最大程度减少伤亡。说罢，斗宗便陷入一片黑暗，随即便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一处陌生的地方。呵呵，原来你这等低贱生灵也配与我木海哲罗同处一地，光是闻到你身上这股弱小的气息，我就想要吐啊！哈哈哈！果然，这些异族对待人族并不友好，不过身处此地，竟是无法施展力量，看来是天元榜的原因。
眼前赛人族人的头顶瞬间多出了一个猩红的一，这代表着斗宗若是以绝死之力斩杀这道投影，就只需要一次攻击。若是这投影被斩杀，身在外界的本体也应当不会幸免于难吧？一般来说，投影死亡也无法危及本体生命，但拥有绝死特性的斗宗却是拥有追根溯源的力量。这是雨神族。诸位天骄们，本座乃是登天神殿的使徒之一。此次预选大比的规则很简单，我等将14000亿参赛者平均分为14个战区，每斩杀1名对手可以获得1积分，直到最后1000人存活。若是投影死亡，则将直接淘汰。现在的你们所处的是第7战区，我宣布大比预选现在开始。雷面龙帝，你最小的子嗣应当也参加了天元大比吧？哈哈，的确如此。帝绝天那小子可是返祖之脉，参加这天元大比，无异于杀鸡屠狗。那这第7战区的其余天骄们，怕是要遭殃了。投影状态下的9天，仅有40%左右的威能，看来是因为9天的品阶要远远超出这天元榜的承受范围。对了，半月已过，不知小黑子成长到何等境地？我去，小黑子，你变强了呀！竟然都已经到9品圣者的层次了，不错不错。不对啊，我记得系统说过，小黑子是靠吞噬资源来提升自身实力的。我那么大一个资源宝库呢，数万亿妖精，上千亿极品灵石，千万灵气，怎么全没了？我尼玛！罢了，你还是好好跟我赚取积分吧。就在斗宗检查自身的这段时间，天元榜上已经有无数参赛者被淘汰，几个名字也是高居榜单之上。如今这种排名第1的，竟然与我同在第7战区，龙族吗？倒是有些期待。落单的人类，铁石族，仁宗，你应当庆幸如今只是投影降临，否则你必死无疑。这还真是恶意满满的。族长，石奎那小子已经进入前20万名了。哈哈，不愧是我天使族年轻一辈最强者，本座相信他一定能够成为第7战区的获胜者之一。二人满眼欣喜，然而下一刻，他们与石奎之间的血脉联系瞬间中断。怎么回事？是谁做的？难道是灭魂针？拥有这等恶毒奇物的物种，应当是人族所为。人族嘛，给我查！本座虚言大剑，定与你不死不赎。今日我人族斗宗挑战所有人族之敌，无论是100万人、100亿人，我都可一同迎战。声音浩大，响彻整个战区。斗宗并不打算主动去寻找猎物，他对自己的实力还是非常自信的，让猎物主动送上门来，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殿下，是否让我去解决那人族？不必，我龙族与人族并无仇怨，又何必节外生枝？不过人族斗宗，若你能在万族的围剿中存活下来，倒是拥有与我一战的资格。哈哈，斗宗这小子倒是颇有老朽当年风范。不错，但这是否有些冒险？也不知神子殿下如今的实力如何，是否有一人独占万族的资本？哼，放心吧，那小子的实力可是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就连老朽都在他的手上吃过大亏。什么？不必多问，看着便是。吾乃火毒炎黄，火鸦族第1天骄，人族斗宗。听说你很狂妄，怎么？你是来送死的吗？小小人族，该死的人是你！火毒炎黄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戏谑之色，然而下一刻，没有丝毫的征兆，火毒炎黄的身躯陡然炸裂开来。你们妖族行不行啊？来点有实力的好吗？随着斗宗挑衅的话语落下，无数异族天骄赶来，将斗宗团团包围。小黑子，上！将绝死之力附着于小黑子身上之后，斗宗决定让他出手，也算为那些被吞掉的宝物找了说法。没有想象中的激烈战斗，甚至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迹象。那无数异族天骄不过片刻时间，全部进了小黑子的肚子里。好啊，哈哈哈！
老夫的弟子果然厉害，这一次他定会名扬整个大陆。神子殿下太强了，这才是我人族天骄应有的姿态，碾碎那些异族们。不错，不愧是见鬼那家伙的弟子，此等实力实属罕见。楚无业那个小家伙，怕是要在他手上吃亏了。也好，无业如今心性还需磨练，让他遭遇一些挫折，也未尝不是件好事。不过这斗宗今日举动，他是要引得无数异族暴怒，甚至他们的族中大帝都可能会找我人族讨要说法。呵呵，讨要说法，我何曾怕过他们？真以为我人族好欺负吗？况且别忘了，当代直天可还是流淌着一半人族血脉。在各族族长察觉到族内天骄真正陨落之后，无数强者皆是无比愤怒。短短时间，便是有着数位异族大帝降临中域。梵天之主，你过了邀请我等族内天骄参与天元大比，却是给了那人族斗宗如此特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不成你是想一举扼杀我等万族未来，让你与神族与人族共享天元大陆？特权？斗宗他有何特权？斩杀投影而已，又何谈扼杀你族未来？神阙大帝，让梵天之主给我们一个说法，不要逼迫我族与妖族联手，与你人族决一。天河大帝的话语尚未落下，一道金色神光骤然划破长空，对他袭来。梵天，联手，你莫非是想要破坏吾辛苦铸就的万族和平？梵天之主，你究竟给了那斗宗何等特权？为何他能够在投影世界斩杀真身？我不曾给他任何特权，况且尔等族内天骄陨落，又与吾何关？现在滚吧！有意思。梵天之主的实力又变强了啊！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斗宗的积分不断暴涨，排名在第7区之内已经到了第2名，总排名更是进入了前3之列。除去我之外，人族如今排到前10的仅有一人，第10名楚无夜，好像是拥有排名第9的星月神体，的确妖孽。人族斗宗，龙族地绝天吗？对，很好，人族斗宗，你所展现的实力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无地绝天，今日便要向你发起挑战，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斗宗，你敢应吗？龙族并非我人族之敌，所以此战我不会真正斩你本体，败你投影，获取积分即可。如若仅是如此，那这场战斗就太过无趣，不如添加一点赌注吧。谁若失败了，便需要被对方奴役100载，如何？自无不可。哈哈哈，好胆魄！殿下好强，这道攻击恐怕足以覆灭一方小皇朝了。斗宗，你该如何抵挡？电光火石之间，地绝天的攻击已是忽然降。结束了吗？斗宗败了，不愧是地绝天啊！即使斗宗天赋绝伦，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斗宗的身后仿佛无垠虚空，一颗幽暗星辰闪烁，一股无穷无尽的压迫感瞬间充斥整座投影世界。这不可能！我乃龙帝之子，拥有最为高贵的血统，是这个时代最强的至尊天骄，怎么可能对一名人族畏惧？人族斗宗，你不可能胜我！这人族小子倒是有点实力，不过为何本帝会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熟悉的血脉气息？古炎龙帝眸光闪烁，其中有着一缕疑惑之色。血脉最接近始祖的古炎龙族，如今唯有我区区人族身上，又怎么可能拥有超越自己的血脉存在？雷鸣，你的此次好像要输了。哼，如赢，那人族不过只是在装神弄鬼罢了。我儿地绝天绝不可能败。哦，给我办！地绝天的攻击如同暴风骤雨一般倾泻而来，斗宗却岿然不动，丝毫没有被撼动。斗宗，给我死！斗宗，为何他还不出手？厉兽破灭极光，生化冥神。一道恐怖到极点的攻击袭来，再落到斗宗的身上，就是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没有一丝涟漪，仿佛那攻击落下之处乃是无上深渊。
这怎么可能？打够了吗？现在该轮到我了。在击败了地学天之后，窦宗的积分也是真正的一骑绝尘，到达了总排名第1的位置，属于第7战局的预选大比正式结束。若是本帝没有看错，这人族小子的力量是与昔日明帝极为相似，几乎同根同源。他是第2个能够修炼明神阵玉诀的人族，未来不可限量啊！雷面地绝天大孩子成为他的奴仆，或许也并非算是坏事。罢了，我龙族自古以来崇尚强者，既然败了，便要履行承诺。哈哈，窦宗干得漂亮！这次之后，那些异族之人怕是要对我人族退避三舍了。什么人？无需如此紧张。龙族雷灭龙帝，今日至此，乃是为了履行无二赌约。人族斗宗，本帝承认你的强大，龙族以实力为尊。虽然你是人族的，仿佛是察觉到了什么，雷灭龙帝眼中浮现一丝惊愕。这是古岩那家伙的血脉之力，他的确是人族，这是两者血脉共存。该死，堂堂古岩龙帝，什么时候竟和人族女子好上了？难怪他看待斗宗的目光越来越显得温和。斗宗贤侄，龙帝大人，不用这么见外，叫我雷叔就好。雷叔。雷灭龙帝这态度的转变，让在场之人都是有些摸不着头脑。斗宗、绝天，你们跟我来。绝天，严格来说，斗宗其实也是我龙族一员，甚至你还要叫他一声大哥。地绝天懵了，斗宗却是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自身的古岩龙体。斗宗，你这血脉可是非比寻常啊！本帝猜测，古岩龙帝应当便是你的亲生父亲吧？不，雷叔，您误会了，我的血脉乃是接受某种传承后所得。本帝可从未听闻有传承能够得到此等真龙之脉。斗宗，不如你显现一番龙体，让我亲自看看。让我看看。那好。不可能，此等血脉浓度，即便是我等3人，也是远远不及啊！斗宗，你难道是那传说中的天元龙族？龙族冕下，我龙族已经等待您无数岁月，您总算是回来了。地绝天，过来，给老子跪下，向龙族冕下磕一磕。别，我真不是您口中的龙族啊！龙族冕下，您不必多想，我等并非贪图您的血脉，只因始祖传说实在是太过震撼，以至于晚辈一直都希冀着您的再度归来。既然您暂时还不愿回归龙族，那我等便不再强求了，便让地绝天这小子跟随在你左右吧。说罢，雷灭龙帝大手一挥，一道为期100年的主仆契约自斗宗和地绝天之间建立。但龙族冕下，这小子顶多只能算作是您的仆从，还远远得不到守护您安危的资格。青雉、古兰。青雉，青木龙族当代最年轻的大帝，修炼仅4万载，便已达大帝4重。龙族冕下，平日之中便由他担当您的贴身侍女。龙帝陛下，龙祖是何意？面对青雉的疑问，雷灭龙帝又将刚才的事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让2人震惊不已。古兰，你身为本帝亲卫之首，修为已达大帝巅峰，从今以后，你2龙便一明一暗，负责保障龙族冕下安全。谨遵龙帝之命。最后，龙族冕下，若您真正陷入险境，便可使用这地龙令，呼唤我等3大龙帝降临救援。那斗宗便在此多想。龙族冕下，请您多多保重，若是需要帮忙，尽管通知武斗。斗宗，你没事吧？师尊，我没事，龙帝大人并无恶意，他今日前来，只是为了我与地绝天的赌约。那这位是？剑鬼看向青雉，眼神中有着一丝忌惮，不知为何，这看似普通的龙族少女，竟是让他隐约有一丝心悸。斗宗大人是我如今的主人。虽然剑鬼隐隐察觉到某些异常，但也不再过问关于青雉之事，
预选大比会在这3日中结束，而正式的天元大比将会在预选结束的7日后进行，地点乃是中域的登天神殿之中。不久后，你师祖神觉大帝应当会派遣灵州前来迎接，这几日你便安心修炼，做好准备吧。终于要到正题了。对了，我系统空间中的那些东西好像都被小黑子吃完了，看来是时候补充一波了。那个地绝天、青芷，主人有何吩咐？你们2人能不能分我一些灵石微您灵石，请问主人这是何意？意思就是借我一些灵石，稍后我便还给你们。主人，这是青芷随身携带的灵石，数量太少，还请主人收下。恭喜宿主获得100亿极品灵石，万倍返还获得100万亿极品灵石。竟然真的可以，莫非是我找到了系统 bug？ 青芷，继续。看着斗宗和青芷的迷惑行为，地绝天 CPU 直接过载，不理解他们在干什么，而斗宗的心里却是乐开了花。检测到宿主恶意使用系统漏洞刷取资源，现规则已发生更改：1. 物品资源类仅能获得1次收益；2. 所有经过系统收益增幅后的事物皆无法再次获得返还。不是吧？我这才刷了800万亿极品灵石，这 bug 就被修复，可惜。好了，青芷，不必继续了。龙族免下，他该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灵石您不需要了吗？不用了，你留着吧，我暂时还不缺灵石。接下来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之内，若非必要，切莫打扰。启禀女皇陛下，针对于人族天骄的猎杀名单已经拟定，请陛下查阅。其中包括了9大古国的12位弟子，万象神宗的3位核心弟子，以及本次猎杀名单排名第1的天剑圣地斗宗。斗宗斩杀我塞人族千万天骄，区区卑劣人族。陛下息怒，本皇不管你们使用何等手段，一定要杀了这名为斗宗的人族。此等人族小辈，可不会引得梵天那家伙的地位，看必须要死。针对猎杀斗宗的计划，我等已有万全之策。5日后，他会经过无尽海域范围，届时我便会与4位准帝提前埋伏，定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主人，神阙古国的人到了。4日时间，斗宗一直处于闭关状态，在万倍增幅之下，成功点亮了百颗暗星，距离归一境已只差临门一脚了。哈，果真是英雄出少年呢！斗宗殿下，快有请。请问阁下是？殿下叫我李老就好。为何称呼我为殿下？陛下与始祖大人都吩咐，您身为始祖徒子，那在我神阙古国的地位等同于诸位弟子。原来如此，那出发吧。非洲速度极快，1日可远遁5000亿里，看似遥远的路途，实则2日时间便可抵达。想我前世之中，蓝星周长也不过2万余里，相比于这整个东域，简直是沧海一粟。李老，麻烦暂且将灵舟停下。好的。殿下，这应当是魔修所为，并且仅有1人。1人吗？莫非是魔种，或是真魔？那等气息虽然难以形容，但绝非魔种或真魔。无论他是何物，身为魔修，碰到我也算他倒霉。今日我便替天行道。大圣境的魔修一剑斩杀，殿下如今的力量究竟到达了何等层次？走吧，我等继续前进。血神冕下，您又让我复生了，如此鲜活的肉体，多么美妙啊！哈哈，血神冕下，我会作为您的容器，等待您的最终降临。殿下，我等只需再行进9个时辰，便可抵达中域范围。我们这一路除了那魔修，倒是一切都非常顺利，甚至连在海域上的这几个时辰，一只海兽都没遇到。等等，一只海兽都没遇到。主人，情况好像不太对劲。殿下，李老，你这是？在水也没有预料到，李老瞬间自爆，准帝自爆之威瞬间席卷开来。
三人族的埋伏嘛，区区一名大帝，几个巅峰准帝，便想要袭杀龙族冕下。谁也没有想到，在神血古国之中，竟是潜伏着一个赛人族的走狗。好在古兰反应迅速，在瞬间将斗宗保护了起来。但与斗宗同行的护道者安山南却是当场陨落。不用留手了，请旨，杀了他们。好。龙族，让开，这是女皇陛下的命令，人族斗宗必须要死。地术，轰灭无尘。转瞬之间，赛人族的大地境强者便陨落当场。大地陨落，苍天一悲，漫天血雨骤然而下。古兰，多谢。殿下言重了，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赛人族，我斗宗终有一日将会血洗你整个天葬海殿。殿下，无尽海域是赛人族的地盘，我们必须离开，马上前往中域。另外，今日之赦，我也会立刻向3位龙帝陛下禀告。汉华，雷灭，你确定龙族冕下的转世真的出现了吗？不错，本帝今日来此，便是为了向你们宣布这个消息。那位万龙之祖，神化天道的创世神明，他归来了。雷灭，你为何不将龙族冕下带到我地龙天界？他如今可是惹恼了大陆万族，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万劫不复啊！无妨无妨，冕下他。雷灭龙帝不以为意，但瞬间他的话语却是顿住，恐怖的威压自他体内爆发而出。雷灭，发生了何事？莫不是冕下遭遇不测？古兰刚给本帝传递了消息，龙族冕下遭到了赛人族的袭杀，还有一位直接自爆的人族准帝。真是放肆！区赛人族竟敢袭击龙族冕下！这么多年，那群赛人族愈发猖狂了。不过这一次，他们怕是要后悔了。孤雁、朱茵，可愿随我前往天葬海域，讨伐此次袭击龙族冕下的罪魁祸首？当然，我要让他们知道，龙族不可辱。想必此刻那人族斗宗早已是葬身海域了吧？动用了我一名人族内应，你应该感到骄傲。抱歉呢，小家伙，本皇可不会再容忍一方如同明帝的人族强者诞生。为了天葬海殿，为我赛人族的未来，更为本皇能否成为下任执天者，便安心于地狱长眠吧。禀告女皇陛下，海域远方突然有血雨降临，而波西泽大人的魂火已然熄灭。此外，我族更有强者传递信息，说同时感知到了人族与龙族的气息，向着中域不断遁形。生吗？诸位龙族大人，请问你们来我天葬海殿有何贵干？有何贵干？纷纷。面对询问，雷灭龙帝将目光投向赛人女皇的方向。神火中境，你这贱人便是此代的赛人女皇，海殿之主。放肆！老朽言，主命已尽。随着竹音龙帝的话音落下，短短转瞬之间，那赛人族人便化为了森森白骨。700万年寿元，上好，上好。雷灭、孤雁、朱茵3大太古龙帝，今日齐聚我天葬海殿。不得不说，本皇还真是深感荣幸啊！汉华，能够让我等齐出，你的确应当感到荣幸。不如这般，让如今身处天葬海域的所有强者自刎，而后你乖乖让我种下奴印，为我龙族勇士效力，如何？自刎，让本皇种下奴印，哈哈！怎么，你难道不服？胆敢袭杀龙族冕下，今日没有灭绝你整个3人一族，便已经是本地最大的仁慈所在。龙族？谁是龙族？难道是那个人族小子？依本皇看来，你们不过是想开始插手万族之争，舍弃如今所处的中立地位，而我天葬海殿便是第一个牺牲品罢了。不过，你龙族虽然强大，但本皇也绝非弱者，想要灭我海殿，那便来吧，本皇必将奉陪到底。小辈终究是小辈，不过100万年未曾真正出手，这世间便都忘却了我等的强大吗？不过我们3个倒是也太久未曾并肩而战了。地术，兵无藏空。怎么回事？那边好像有一股极其强大的能量波动，究竟是何等强者在交战？
冕下，快走吧，中域已经距离我们不远了。好。无尽海域中的暴动与轰鸣，整整持续了半日时间，才逐渐平息下来。曾经辉煌伟岸的天葬海殿，被生生的夷为平地，而那废墟之上，则是血雨倾盆，苍天铭记。这不仅仅是赛人族几位大帝陨落，更是代表一方霸主势力彻底覆灭。难道赛人女皇陨落了？那可是一位半步神灵，这怎么可能？3位太古龙帝出手，难道龙族已经舍弃自己的中立地位了吗？听旨，天葬海殿覆灭，这难道是龙族因为我被袭杀之时，从而大动干戈吗？龙族冕下，地龙天界传来消息，覆灭海殿之事的确是为您报仇而起。另外，3位龙帝陛下已经来到中域，并为您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小礼物？我等参见龙族冕下。3位龙帝大人，无需多礼，无需多礼。龙族冕下，我等此番前来，除却为您报仇之外，亦是为您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希望您会喜欢。朱莹，带他出来吧。这是龙族冕下，他便是我们此番送给您的礼物。当代赛人女皇，曾经的天葬海殿之主，更是如今大陆7大神火境之一的存在。我党想着，神火强者太过稀少，不如将它献给您作为奴仆，不知您意下如何？赛人女皇成为我的奴仆。他的力量如今都已经被老朽封禁，随时可以打下奴印。好，我收下了。今后你的代号就叫01。遵命，主人。雷面，那家伙来了。梵天王，龙族冕下，今日便暂且如此吧。有他守护，这中域几乎无人能够伤你。还不等斗宗有所答复，一道声音如同神钟炸响，缓缓传来：3位龙帝来我中域，所谓何事？好强，这就是梵天之主。梵天冕下，别来无恙啊！速速离开，吾不想与龙族为敌。哈哈，放心，我等并无恶意，这便离开。3大龙帝离开后，梵天之主似乎是别有心意的，向方向望去，刹那间，斗宗只觉得头皮发麻，一股寒意席卷全身。主人，您没事吧？种下奴印的赛人女皇，认真已经被强行改变。如今的她对于斗宗的安危最为看重，而梵天之主见到此幕，却是默然一笑，消散于场空。这位执天者究竟是何意？难道他已经看破了我身上的秘密？看来当务之急还是要快速提升实力。主人，这是虚空秘境开启了，我们也进去探寻一番吧。可是天元大比即将召开，别管那什么天元大比了，虚空秘境中的宝物才是真正的至宝。据说塞人族的镇族之宝海神戟，便是千万年前在一方虚空秘境所得，那可是传说中的神兵。走，去看看。事到如今，关于斗宗可有踪迹？回禀始祖大人，我等已经派人搜寻灵州坠毁的海域，却始终未曾发现任何斗宗殿下所残留的气息。混账东西！这些异族竟是如此丧心病狂，竟然派遣大地强者对一个小卫家如此毒手。招，继续给本座诏，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老祖，时隔8万年之久，第3虚空秘境再度开启。既然您心中烦躁，不如跟随我进入秘境，斩杀异族，争夺至宝。第3虚空秘境吗？好，老祖我便随你前往秘境一探。这秘境中的灵气真是浓郁，让我直接突破了归一境。不过果然如我所想，突破归一境所带来的实力提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看来还是要通过明神镇玉诀点亮暗星，才能获得更大收益。主人，8万年后再度开启。灵元神序的规则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方秘境之中，原本在外围区域是拥有天地限制的，无法使用超过大地层次的力量。但如今这层限制却是消失了。哦，的确，这第3虚空秘境，在8万年前，我曾带领几个龙族小辈进入过一次，正如他所说的一样。不过，如今虽然没有了力量限制，但若是进入秘境深处，修为也依旧会受到压迫。
就在斗宗思索之间，不远处陡然传来战斗波动。诸位，此人乃是血族所化，恳请救我一命，日后必有厚报。还没等斗宗出手，那求救之人便已经陨落当场。人族大圣的精血真是美妙。主人，要不要我出手？不必，我来就好。如今的我，应该是已经有了圣王级别的战力。主人，这是那血族的储物袋。恭喜宿主获得1亿极品灵石，恭喜宿主获得上品圣冰锁魂链，恭喜宿主获得圣阶天才地宝运神果，可选择100倍数量或100倍质量返还。储物袋中的物品并不多，灵石、圣冰不必多说，这运神果乃是从这虚空秘境中所得，可增幅、修复，甚至重塑灵魂本源。运神果便选择100倍质量吧。经100倍质量返还结束，圣阶天才地宝运神果品阶提升至神阶下品。运神果神阶下品天才地宝，服用之后可令生灵初步聚集真神之魂。真神之魂，倘若效果当真如此强大，那我如今的肉身恐怕根本承载不住啊。宿主请放心，若您灵魂修为大幅度超过肉身等级，那么系统便会为您封存部分灵魂修为，日后逐步解放。听闻此言，斗宗眼神微亮，便也不再迟疑，准备炼化这神阶运神果。龙族冕下，这是真神知悉，等待了如此岁月，终于出现了一个能够让主人复苏的载体吗？有什么东西屏蔽了我的感知？不过无妨，只需将此人引入神国世界的核心，便可将他献祭。如今那条太初古龙早已陨落，主人一旦复苏，此界万事万物，无数生灵都唯有匍匐成佛，沦为神之奴仆。族长，你看那人族像不像那曾斩杀您子嗣的斗宗？人族斗宗，没想到你竟敢出现在这虚空秘境之中，今日谁也救不了你。主人，要杀了他吗？身为曾经的赛人女皇，她所掌控的冰之法则，冻结这方区域时空，亦是不在话下。这人好像是铁石族来着，是来找我寻仇的吗？算了，留着也是祸害，杀了吧。遵命。主人，这是刚刚那名大帝的储物袋，请您过目。一名大帝的全部身家，这下小黑子的给量应该是不够。恭喜宿主获得30亿极品灵石，恭喜宿主获得准地灵气斩天刃，恭喜宿主获得准地灵气万化玄衣。系统的声音响个不停，最终斗宗获得了30亿极品灵石、4件准地灵气、10件圣兵、大量天才地宝，其中那万化玄衣让他最为在意。因100倍返还成功，准地阶灵气万化玄衣进阶为中位高等神器万化神衣，可幻化为任何心中所想之物，牵引万星之力加深。就在斗宗清点战利品之时，很多关注此处战斗之人皆是震惊不已。一招秒杀大帝的强者，叫这名年轻人主人，那该是何等恐怖的存在！主人，还有一些漏网之鱼，请问是否需要清理？去吧。这秘境外围中室没有太多宝物，走吧，我们继续向中层区域行进。火烧银雕，今天的晚饭有着落了。小黑子，你在狗叫什么？你再叫，就没有你的份了。银雕被烤得金黄酥脆，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只引得地血天和小黑子口水直流，恨不得一口吞下。好浓郁的香味，圣王境的银刃天雕，你们几个蝼蚁倒还是有些手段，把它留下，你们可以走了。冕下，这是第恶族最强者恶神大帝，在顶尖大帝中也算是佼佼者了。你看你长得那个，好像上单鹤一荒漠屠夫，俺老孙就。你说什么？人族蝼蚁，无恶神大帝，岂容你如此羞辱？地术美灭劫光，
冻结。哎，你怎么这么丑？我本来还在考虑清蒸还是红烧，现在你这么一搅和，搞得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哈哈，小子，我地恶一族的玄钢盾甲，即使是让你随意攻击，也无法伤我分毫。是吗？那是仓颉古祖。仓颉古祖那是谁？这你都不知道？仓颉古祖可是当代人族唯一神火，上任执天者须臾之主都曾是他的弟子。一火90之上，自太古时代而来的无上存在。传说他当年只差一步就能够成功令天道认可，成为执天者，但最后却功亏一篑了。这是为什么啊？因为他太过贪心了，竟是想要夺取全部的天之权柄，以此令的人族独尊万古，天下万族，成为人族附庸。此举逆天而行，最终降下天道惩罚。仓颉古祖险些陨落，20万年没有音讯，没想到居然会出现在这灵渊神墟之中。仓颉古祖现身之后，却是望向远方的斗宗之处。呵呵，这小子竟是如同明帝一般，成功接受了那位混沌神之的传承，果真是有趣的小家伙。若待他日后成长起来，天道诅咒之事，应当可迎刃而解。怎会这样？恶神那家伙的玄钢盾甲，即使是我的全力一击也无法将其破除。这家伙竟然一剑将之斩杀了，这怎么可能？那一剑，即便是武，也难以抵挡。走吧，离开灵渊神墟，今日此地已是属于人族。此刻的天元大比已经来到了白日化的阶段，整整14000亿参赛天骄，已经是仅胜于1000人。然而斗宗因为身在神墟之中，便主动弃权了。这让许多中域强者深感惋惜。陛下，灵渊神区有变，地恶族至强者已然陨落其中。什么？恶神大帝陨落了？是的，陛下，传闻乃是被我人族心帝九天大帝所斩。九天大帝为何朕从未听闻？回陛下，这是人族天骄斗宗的帝号。什么？斩杀恶神的是斗宗那小辈？一时间，聂伦大帝的大脑都快要宕机了。传令下去，大比且先暂停吧。斗宗当为榜首。就这样，弃权的斗宗反倒成为了天元大比的第1名。起初还有不少天骄不服，但在看过了斗宗一剑斩杀恶神大帝的影像后，纷纷不再言语。毕竟，即便他们天赋惊人，也完全无法与大帝相提并论。更何况，恶神大帝乃是大帝中顶尖的存在。从这日开始，斗宗九天大帝的名号飞速传遍了整个大陆。叶夕，听说你曾与神子殿下交过手，那可是如今的少年大帝，九天大帝啊，我好羡慕你啊！若是我能够成为殿下的道侣，混混。眼前这少女，如果我不介绍一番，想必大家都已经忘了她是谁。她正是当初与斗宗一同进入天剑圣地的冰凤帝国天骄楚雨溪，如今进入圣地1月有余，便已是成功在一众真传中站稳脚跟，修为更是达到了尊者8重。怎么会变得如此之强？那位曾经只是使用一根树枝便令得自己落败的家伙，如今竟是成了九天大帝。自己和那位神子殿下终究不会是同一路人。主人穿过前方的空间屏障，便能够到达此方虚空秘境的最深处，在那里，所有的力量将被限制到准地之下。也就是说，无论是谁，都只能发挥出至夺圣王巅峰力域。准地之下吗？斗宗试图感知一番那最深处的情况，可隐隐之中似乎有着一股无形的力量，阻隔了灵魂之力的探查。看来必须要深入其中，才能一探这灵渊神墟的隐秘。不过既然最高只有圣王巅峰，那在这核心之地，应该是无人能够奈何。这几日以来，斗宗的收获颇为巨大，暗星数量已经到达了500之数，而小黑子也通过不断吞噬，实力暴涨至大帝层次。走吧，我倒是很想看看那方陨落的真神究竟在此埋藏何物。这斗宗怕是真有可能寻到灵渊真神所遗留的至宝，传说中的真神之气。看来九天大帝已经进入了秘境核心。那又如何？尘渊魔帝，想不到你竟还活着。
不过经历一次濒死局面，便已经沦落到只敢用分体现身的地步了吗？哈哈，你这副模样真是令本座恶心。哈哈，4万年不见，你的性格依旧是如此恶劣。沉香，此地不是你能够撒野的地方。五祖大人，真是无聊，告诉九天大帝，本帝会在南域设宴，恭候他的到来。此地与我曾到过的秘境核心完全不同。主人，请小心，身处此地，我有一种极为强烈的不祥之感，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窥视我们。你是谁？出来吧！不愧是被神国一直认可的传承者，竟然能够轻易发现吾的存在。这是灵烟真神，吾主名为凌渊，吾乃主人座下奴仆，因今日化作吾主模样，为传承者指引最终的登神之路。如可愿踏上这通往永恒的阶梯？登神之路，凌渊真神的传承。罢了，我需要做什么？很简单，吾主曾经说过，唯有具备绝世战力，才配得到他的真正传承。此为星辰塔，是昔日吾主的本命神器所在，其中更是存放了吾主的3大至高神通。你只需进入塔中，闯过9大考验，便可成为这星辰塔的主人，亦可继承吾主的神国世界。星辰塔系统鉴定。经鉴别成功，此物为下位中等神器星辰塔，拥有无穷镇压之力、封锁之能，亦可作为星剑穿梭虚空，横渡宇宙。豆总，我已经通过神国之眼，深深看到了你的不凡与潜力。进入星辰塔吧，吾主的传承就在其中。斗宗只觉得周身一轻，便已经来到了一片浩瀚无垠、宛如星海般的奇幻空间。一道巍峨神碑悬浮半空，散发着强大气息。吾名凌渊，一生追求神道极致，却因心中贪念陨落此界，故而留下毕生传承于星辰塔，望而能够完善吾道，正就神王之位。这神碑之上，乃是无机缘巧合得到的神王秘法，名曰九转归星诀。吾留下的第1道考验，便是需要你在300年内成功入门这九转归星诀。经检测到神阶上品神王法九转归星诀，获得万倍质量返还，九转归星诀品阶提升至神主级。神主级，这是什么等级？系统解释一下。混沌宇宙修炼等阶可分为凡道1至9阶，神火、真神、天神、神王、神皇、神主、神帝。神道巅峰是为神帝吗？那么明神所处的境界混沌主宰又究竟是何等境界？看来对于整个混沌宇宙而言，天元大陆还是太小。开始吧，300年时间，这也未免太看不起我斗宗了。仅需3个时辰，便已然足够。切，还不是要靠我？愚蠢的凡界蝼蚁，竟然还妄想得到主人的传承。待你完整接受传承，登临星辰塔顶的时候，便是无主伟大的凌渊真神归来之时。凡灵欲想登神，不过只是痴心妄想的笑话罢了。应恭喜宿主获得1缕星之神能，收益获得万倍返还，获得万缕星之神能。刹那间，百棵暗星瞬间点亮，磅礴能量爆发而出。不过片刻，暗星数量就突破了1600之数。应恭喜宿主点亮1000枚暗星，获得神躯明神之手，又混沌全能命源得到补全，可根据躯体信息，无视时间长河与死亡规则阻拦，复活生命个体。注意，复活生命将受到时光之力反噬，消耗宿主大量寿元，至少10万寿元以上。宿主当前寿元为无限。好家伙，这不就是随便用吗？可以没有任何代价复活别人。周通兄，等我，带我回到东域，回到玄阳宗，便是你重生归来之时。我就知道你命不该绝啊！斗宗发自内心的喜悦，在拥有愈发强横的力量之后，终于获得了复苏友人的力量。再来看看这明神之手的功效吧。
冥神之手又基于混沌主宰冥神躯体的完美复制，可将力量进行99至无限倍放大，轰杀出难以想象的至强一击。这无限倍放大力量，这简直就是开挂！在斗宗震惊之际，星辰塔中的景色亦是瞬间变化，仿若是来到了另外一方世界。传承者不错，竟然能够在300年的时间内入门九转归星诀，成功突破无设下的第一道阻拦。第2层乃是试炼之地，其中有着大量缩兽存在，而你的目标便是斩杀所有缩兽，存活到最后一刻。若失败，便就此葬身兽口，尸骨无存。杀缩兽吗？正好，我也需要练练手。无聊。在斗宗强大的实力下，很快就冲破了重重阻碍，到达了第8层。传承者能够来到这第8层，已是足以证明你的实力。8层已是最后的试炼层次，若是能够顺利突破，便可到达最终的灯神阶梯。此地重力高达1倍，而你的对手乃是吴年轻时的傀儡之一，一个堪比神火强者的暗刃傀儡。虽然他缺少了一条左臂，但我只希望你不要输得太惨。怎么回事？该死！若冕下陨落于此，我古兰要如何才能去面对龙族的列祖列宗？在众人担忧的目光之中，那巨大的星辰塔终于安定了下来，恢复原样。只是那巨大的星辰塔却是有着一道深深的缺口。你说这是主人所留下的印记？什么？在真神之气上留下印痕？这……什么？主人一拳将神活傀儡轰碎，已经是到达了星辰塔顶，甚至于即将获得最终的真神传承。你究竟是怎么听懂的？恭喜传承者，你成功通过了我留下的所有试炼考核，登神之路便处于你的眼前，踏足而上便可超凡入圣。凌渊真神续再现，淡漠话语中却是透露出浓浓期待。如此完美的传承者，只待将其灌注足以登神的力量之后，本体残魂再进行最终的夺舍归来。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太久太久。去吧，传承者。好，只需踏足其上，我体内的小世界便可成型，届时便可直达天人之境。在踏上登神之路的那一刻，斗宗仿佛经过了万世时光，体内小世界形成之后，无量生灵瞬间出现，斗宗的内心却是愈发平静。浩浩，凡灵想要得到本神的传承，那便将你的肉身与灵魂全部奉上，本神会给你一个痛快。难道你当真以为我还不曾察觉吗？这漏洞百出的所谓传承，自一开始我便知晓了你的目的。斗宗的明神之瞳可看穿一切虚妄，这邪气俩自然瞒不过他的眼睛。这一场闹剧该结束了。这是真神之魂，怎么可能？忘了告诉你，我的灵魂修为乃是10级真神。发生了什么？这方虚空秘境竟是在走向溃灭。一方神国世界的崩塌瓦解，使整片时空都十分混乱，瞬间众人便被彻底卷入其中。青芷、古兰，这里是，应当是被空间乱流传送到了大陆的某处。所幸青芷他们的灵魂气息依旧，应当是无恙。在无边混乱的空间乱流之中，斗宗只觉得眼前一晃，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在感知到众人气息并未消失之后，也是略微松了口气。小黑子，你说3月之前，你被传送到了一个遍地妖族的地方，还被他们尊称为弑天妖帝。看来小黑子应当是被传送到了北域之中。不过在自己的感知之中，秘境崩溃之后，就仅仅过了1炷香的时间，但小黑子却说过了3个人。时间紊乱吗？若是如此，那么真正的时间究竟过去了多久？就在这时，
窦宗怀中的地龙令不断颤动，赫然是雷面龙帝传来了消息。龙族冕下3年了，我等终于是再次感知到您的存在了。若不是青芷、古兰陆续回归，并且保证冕下无碍，我等怕是要……龙帝大人，无妨，待我有空便会前往西域一番。好，龙族冕下，我龙族上下必将恭迎您的到来。作为大日皇朝第一大宗，玄阳宗按照惯例广开山门，正式开启了3年一次的入宗选拔。而这一次，比起往年热闹100倍，毕竟如今的玄阳宗早已是今非昔比，吸引了无数年轻俊杰。听闻这一次想要加入玄阳宗的修士，足足有数十万之多。现在这玄阳宗宗内有着一方大圣守护，宗主修为更是到达了皇主3重。除此之外，传闻玄阳宗还和天剑圣地扯上了关系，人数自然多。据说皇朝如今的那位七皇子殿下也会来参加此次的宗门考核。不愧是大宗啊！哼，区玄阳宗又算得了什么？大周境域可不只有一位大圣，也不知父皇究竟是如何想法，竟然让我加入这种穷乡僻壤的宗门。殿下慎言，陛下让你拜入玄阳宗，也必然是有着他的深意。这名女子乃是大周帝国的6公主殿下，虽然天赋惊人，性格却嚣张跋扈，经常惹是生非。正因月前惹下祸端，大周皇帝才决定将她送入玄阳宗磨练一番心性。哈哈，一群井底之蛙罢了。这位小哥，你也是来参加玄阳宗的入宗选拔的，不过你的灵宠可真有意思，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小姐，这位公子实在不好意思，我家小姐平日玩心太重，请您莫要怪罪。无妨，小黑子本来就不怎么聪明。看来自己此次回来刚好撞见了3年一度的入宗选拔。窦宗没有久留，向着玄阳宗内而去。窦宗，是你吗？怎么3年不见，楚师姐便忘记我了吗？没有，你今日怎么会回到玄阳宗？此次回来乃是为了好好报答一番玄阳宗昔日之恩，以及复活我最好的挚友兄弟周通。复活？这怎么可能？楚师姐，常人的确无法做到，但神却未必。楚云直接愣住，不知窦宗是何意思，而窦宗却并未解释太多，而是继续说着：“师姐，你曾赠我功法，我也曾说过，一定会将其100倍、10000倍的报答于你。现在机会来了。”神什么意思？窦宗体内的小世界分流出了一道纯粹的规则原力，融入楚云的体内，刹那之间，磅礴的能量爆发而出，冲刷着楚云的肉身与灵魂，修为更是飞速暴涨。准第9重嘛，在天元大陆的规则压制之下，我如今也只能将你提升至如此修为。窦宗的话如同炸雷一般，在楚云耳边回响，令他宛如石化一般呆愣当场，久久无法回神。周通，我答应过你，定然会帮助你复仇，但复仇还远远不够。今日我便让你重回人间。命元起。在命元全能的作用下，窦宗眼前出现一道时间长河，很快他便寻到了周通的痕迹。逆转，死者苏生，灵魂重塑，此乃真正的神迹，无视了生死规律，将天道规则直接破灭。瞬间，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好似要将整个玄阳宗彻底碾碎。梵天之主，好久不见。累子怎感谢独天之规则？窦宗说他会将周通复活，难道他真的做到了？逆转生死，天道震怒，这是执天者前来惩戒，也就是说，在那里的乃是当世至强，掌控天道之力的梵天之主。九天大帝立刻终止此举。梵天之主，若非必要，我实在是不愿与你为敌。但今日若你执意阻拦，那便休怪我不惜一战了。夜翼竟敢违抗天道！违抗天道？天道何曾有过公允？况且你不过只是一介天道意志的代行者，又凭什么代替天道来审判我？天道无私，岂容冒犯？无为执天，替天行道，又有何不可？既如此，便来吧。
好强！我终于知道为何父皇会那般告诫自己，千万莫要招惹玄阳宗的任何一人。你败了！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第六至天，梵天之主，当时的绝对巅峰，古往今来从未有人能够抗衡执天者，可如今确实出现了。离去吧，你曾数次庇护人族，对我人族有恩，此次我不杀你，但日后你我便井水不犯河水。井水不犯河水，哈哈！吾身为执天者，竟会败给一介凡人。虽然表面上你的修为不过天人之境，你体内那方拥有规则之力的世界，可是令吾无法探查。恐怕纵然是星界真神，也不是你的对手。可能吧。杀了他！霎时间，梵天之主脑海中响起一道严肃的声音，在他的眼前，无数道法则交织闪烁。这是天道意志，近日的天道之音真是越来越多，难道污染又开始继续蔓延了吗？恐怕在未来的某一日，自己这执天者会被天道彻底掌控。呵呵，九天大帝，那便如此吧。这是周通睁开眼，大量记忆涌入脑海，半晌之后才缓缓反应过来。这是死后的世界。斗宗，怎么你呀？周兄，能够再度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这有周通之墓。周兄，死亡并非一切的终点，你今日能够站在这里，便已经说明一切。欢迎来到4年之后。536352。哈哈，斗宗，你如今可是名震大陆的九天大帝，连梵天之主都不是你的对手，怎么整理功法反而如此叹息呢？我记忆中的功法实在太多，要将它们全部整理出来，这难度还不如让我和梵天之主再打一场。斗宗打算彻底改造一番玄阳宗，让其成为真正的超然势力，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这藏经阁了。他将那些系统综合而来的高阶功法全部拿了出来，更是将他自创的藏魔与乾坤之剑藏在了某个毫不起眼的角落，等到着有缘人的到来。禀告17长老，今日山门处有人来访，自称从天剑圣地而来，是17长老的师尊。是师尊来了呀，随我去看一看。师尊，好久不见。现在你的实力可比为师强多了呀。无论如何，您都是我的师尊。灵异见过主人。灵异，你的修为又有所精进啊！多亏主人赐予的地气，才令得我有所感悟。此外，为了更好的为主人服务，这3年时间，我已是创建了一方覆盖4域的暗杀组织，名为影灵殿。什么？那神秘至极的影灵殿，竟是你创立的？这3年来，影灵殿这一势力以绝对强大的实力迅速崛起，短短3年，便有着5位大帝葬身于影灵殿的手下。他绝对中立，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便可请他们出手。你原本就是天葬海殿之主，如今又创立了这影灵殿，看我师尊的反应，应当是发展的还不错吧？影灵殿殿主之位，从始至终都是属于主人的，灵一不敢僭越。好了好了，既然来到了玄阳宗，不妨进来一叙。突兀的，斗宗不知为何，一股极为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无妨，不过是一个卑鄙小人的袭击罢了，不值一提。即便是被这真神之气死命刃贯穿胸膛，也无法令你陨落吗？九天大帝，沉冤魔帝，这是血魔神体。没错，那血神大帝的执念化作真魔，融入了这具血魔神体之内，令你拥有了几乎无限复生、无限成长的恐怖潜能。而这具躯体已是被本帝占为己有。吞噬真魔，这怎么可能？此乃上古秘辛之一，沉冤魔帝，非人非妖，不属于大陆任何种族的存在，拥有着吞噬生命，而后将其力量占为己有的可怕能力。数百万年前，他还曾吞噬塞人之王，模仿其形态，暗中成为了塞人族的无冕之王。九天大帝，看来你对于这世界一无所知啊！沉冤魔帝不过是本地一方分体的名号罢了。亿万岁月以来，天下万族皆有本地身影，包括你如今所见的这具分体。或许你该称本帝为血魔真祖。
这不可能！呵呵，不错的兵器。你想得到这真神之气？哈哈，绝无可能！它可是与本尊意志关联，绝对。陈元魔帝猛然一僵，眼眸之中满是不可置信。怎么会？本帝与死明刃的联系竟然断绝了。现在留你也无用了。星灭。应检测到下位低等神器死明刃，可选择1倍数量或1倍质量返还。高阶的攻伐神器，我如今已是根本不缺，不如选择一次1倍数量，让我身边之人能够人手一柄神器。我选择1倍数量。1倍数量返还完成，恭喜宿主获得下位低等神器死明刃1万柄。周通，给你一个小匕首，当成玩具玩玩就好，坏了再找我。不，这可是陈渊魔帝口中的神器，实在是太过贵重。陆通刚想推脱，却发现窦松掏出一堆死明刃，分发给了在场的所有人。什么情况？不是神器吗？怎么好像是批发来的？话说窦宗，你究竟是使用了何等秘术，竟然让这具血神分体陨落？星灭可是九转归心诀的神主秘法，威力自然足以灭杀血神分体。就在窦宗暗暗思索之时，陈渊魔帝的声音竟是再度响起：“九天大帝。”此时的陈渊魔帝已经是换了一副面孔，满脸怨恨之色。本帝最为珍贵的3大神器，竟是被你夺去其一。你做了什么？本帝的死明刃为何会有如此之多？没想到你竟然还没有彻底死去。回答本帝的问题，如此多的死明刃究竟是从何而来？窦宗并没有理会陈渊魔帝，而是开启了明神之瞳，命元之力瞬间切换，变为死照全能。50081，攻击这么多次便可以达到绝死效果，任你分体如何多都无济于事。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无尽岁月以来，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死亡临近，包括这片大陆上的10万分体，甚至是那位于南域魔国的本尊之身。看这数字，你的分体应当的确很多，但游戏就此结束吧。陈渊魔帝没有任何反应，便化作灰烬。同样的场景亦是发生在了大陆5域的各处，而玄阳宗却是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呵呵，徒儿，看来你已经成长到了连老夫都唯有仰望，甚至这天元大陆都唯有仰望的无上存在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徒儿不敢怠慢。况且，若师尊您真的想要到达世间极致，那徒儿也可以为您提供一点点助力。助力？这究竟是何地如此陌生的完善法则？难道是一方新生的虚空秘境？师尊，这方世界乃是我亲手创造，乃是我的神国。这神国吗？那这个世界发展了多少岁月？时至今日，应当已经有20亿年之久。20亿年？这天元大陆发展至今，可能都没有20亿年。师尊，你也不可将外界与此地相提并论。虽然此界规则完善，但终究只是一个没有上层存在的牢笼。的确，不过老夫现在倒是对于一事感到好奇。如今，除却你这神明之外，这片世界中所诞生的至强者，已经来到了何等境界？这方世界之内，至高者竟已经是伪神之境。伪神，那岂不是已经与真正的神灵接近？不对，他伪神的修为是利用了这世界的规则漏洞而来。师尊，我想我已经知道如何助您踏足大陆极致。说罢，窦宗便带着剑鬼回到了玄阳宗。徒儿，你说诸为师到达极致，究竟是何方法？师尊，无论是哪方世界，规则都不尽相同，包括天元大陆，亦或是我的神国。你是说世界规则的漏洞？不错，在我的神国之中，那尊伪神乃是由于吸收炼化了我储存此界的星之神奴，实力才得以暴涨。那么，在天元大陆之中，也定是藏匿着类似之物。接下来，我只需要寻到此物，便可让师尊一飞冲天。出发，西域地龙天剑。参见龙族冕下。3位龙帝大人，无需如此客气。地龙天界乃是天元大陆极少数的自成小世界之一，面积几乎等同于东域的1/3大小，哪怕是一座城池，都是高达10数万里，灵气浓度更是近乎等同于外界的1000倍之上。真是奇妙的世界。这地龙天界乃是昔日天元龙祖在开创世界之时，特意为我龙族所留，作为龙族的万世根基，亦是真正不灭的传承之剑。任凭任何强者、任何种族，也都无法奈何我龙族半分。
古岩龙帝滔滔不绝，然而斗宗的目光却是被远处的某方所深深吸引。那是万灵殿，我龙族万世的积蓄之地，蕴藏着整个天元大陆最大的财富。龙族冕下若是想去，我等为您带路。不必。此乃古龙精血，可使尔等血脉进阶，等在此安心炼化，我二人前去即可。龙族冕下刚刚说什么？好像是血脉境界。不愧是龙族，底蕴果然深厚啊！有了，我体内的神国似乎隐隐有些共鸣。就是这里。这就是世界本源吗？应当便是了。不过，这与我体内的星之神能倒是略有不同。经检测到世界本源，可选择获得万倍数量或万倍质量返还。这世界本源都可以返还的吗？系统，我选择万倍质量。万倍质量返还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完整混沌宇宙本源。瞬间，斗宗眼前一晃，便来到了一个略有些熟悉的地方。小家伙，没想到啊，这么短的时间，你就又来到了此地。你的潜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敢问前辈，此地乃是何处？此地便是混沌宇宙，所有世界的起源。不知前辈此番有何要事？原本我不该再次将你拉入此界，但在你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宇宙本源的气息。虽不知你是如何做到的，但你的出现将会改变整个混沌宇宙。请问前辈，这混沌宇宙本源有何用处？又为何说我会改变混沌宇宙？1万年来，混沌宇宙一直是混乱不堪，规则破碎，无数界域纷争不断。这乃是因为混沌宇宙生于混沌，没有天道或是神明加以束缚。如今你既已获得宇宙本源，那么你便是混沌宇宙的神。什么？这为了维护天元大陆免受外界袭扰，我已是不胜其烦。你若成神，我便得以解脱。我明白了，前辈。磅礴的力量冲刷着斗宗的每一寸皮肤，无数本源规则化作无形进入斗宗的体内，可能是一瞬间，也可能是百万年。混沌宇宙本源终是与斗宗彻底融为一体。初儿，你见鬼！刚想询问斗宗去了哪里，却感觉斗宗身上的气息仿佛无尽深渊一般。如今的他已经彻底无法看透。师尊，准备好。不是伪神吗？我怎么感觉我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伪神之境了？龙族冕下，灵没事吧？无妨，古龙精血，尔等可都吸收。多谢龙族冕下，我们如今血脉均已成功返祖。现在说谢还为时尚早，我送你们龙族一份大礼。瞬间，所有龙族之人血脉纯度都上升了一个层次。好了，此番事了，我也该回去了。多谢龙族冕下。短短1月时间，在斗宗的带领之下，玄阳宗已经是成为了混沌宇宙的第一大势力，而斗宗则是彻底躺平，提前开始享受退休生活。哎，算算时间，若是1月之后，我还是无法到达归一境，就要被逐出宗门了啊！上天为何如此对我？咦，这是什么？藏魔乾坤之剑。